穿进恐怖游戏后，我伪装成了食堂的厨师。当诡异要砍我脑袋时，我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塞到他嘴里，他瞬间惊了。这特么也太香了！我们明天吃啥啊？我这才知道，他们之前只有大米粥吃。于是我将鲜虾小馄饨、薄皮生煎包、四川麻辣烫等统统给他们安排上。诡异们吃嗨了，连终极大 boss 也放弃了对我的猎杀。他一脸讨好的笑道：“下一季你能来给我做那个13香小龙虾吗？”我闻言哭了。还有下一季吗？大佬求放过啊！这天我正忙着往后厨搬货，忽然脚下一滑，跌入了一档恐怖游戏。眼前提示板亮起：初级玩家下念出20岁，请选择身份。捕鱼达人、种菜高手、天才厨师、墨迹书生。我忐忑地按下天才厨师的按钮，提示板立马显示：恭喜玩家获得 C 级厨具和 C 级厨艺，均可通过积分升级，请做出诡异们喜欢的美食。我闻言有些懵了，我一个小餐馆老板，怎么知道诡异们喜欢吃什么啊？可提示板却不容我拒绝。玩家请扮演好所选角色，成功躲避诡异猎杀将获得相应奖励，重返现实世界，反之将会被游戏抹杀。本游戏为期7天，请7位玩家做好准备，好自为之。随后提示板直接消失，我眼前出现了一栋2层小楼，楼下有块招牌写着第一食堂。我正准备到厨房看看食材，提示板又亮了，一名玩家已被抹杀，游戏剩余6人，今日诡异 KPI 已完成。这就死了一个，而且诡异 KPI 又是什么啊？这时墙上的时钟响了，已经是晚上8点了。晚8点至早8点为安全时间，诡异将暂停所有动作，玩家的居住场所是安全的。我赶紧跑回了房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第1夜。第二天早8的闹铃还没响，我就醒了，毕竟要扮演厨师 NPC， 我先看看诡异们平时吃什么吧。然而当我揭开锅盖，只看见了一锅已经糊住了的大米粥，看样子应该是昨天卖剩下的。这时提示板亮起 C 级厨艺技能，熬粥的米水比例为1:3，大火煮开，转小火半小时，即可得到一碗如清水般干净透明的大米粥。我好歹是经营了3年江湖菜的餐馆老板，果断放弃了这技能。此时厨房墙上还挂着半扇猪腿，桌上还有皮蛋、葱花什么的，于是我做了一桶皮蛋瘦肉粥。等到早8铃声一响，就开始吆喝：热乎的皮蛋瘦肉粥，暖心暖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然而我喊了半天，却一个活物都没看见。我默默叹了口气，就让我做个孤独的 NPC 吧，狗到游戏结束也不错。突然一道冷冽的男声响起：老板，来碗粥。我立马舀了一大碗皮蛋瘦肉粥，又熟练地撒了一把葱花。粥来了，小心烫。那男人一身黑衣打扮，如果不是只有半颗脑袋，那也算是个型男。男人接过粥碗，没有立即品尝，而是问我：夏老板，昨晚有人死了，你知道吗？我昨晚8点就睡了，不太清楚。男人有些怀疑：就是平常给你送菜的李大力啊，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被他儿子从楼上推下去了。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我猜测这男人是在套我的话。玩家和诡异本就是对立的，玩家要躲避诡异求生，而诡异的职责是要抹杀玩家。果然，见我没回答，男人掏出了一把长剑。夏老板，这是害怕了吗？我见状怕了，赶紧把一勺粥喂到男人嘴里。快吃吧，粥都要凉了。男人还想说什么，吃到粥后却熏了。这粥的味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很快，一整碗皮蛋瘦肉粥都被他吃完了。等男人掏出一张冥币付款后，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算是逃过一劫了吧。然而当我去擦冥币上的血迹时，男人忽然笑了。你看见了脏东西，你是玩家。说完，他的长剑直指我胸口，我害怕的直接跪下。大佬，别杀我啊！跪倒的时候，我不小心掀翻了桌上的生煎包，这是我给自己吃的，却把男人吸引住了。他用长剑挑起一个，一口吞了下去，立马呆住了。怎么这么好吃啊？等反应过来，他又递给我几张冥币，打包20份粥，还有这包子，我都要了。我不敢怠慢，赶紧收钱打包。男人提着一大包饭盒，很满意。我明天还来，没好吃的就杀了你。等男人走后，提示板突然亮起：成功获得500点积分，躲避小 boss 父亲的猎杀一次，可到商城升级。商店里也没有别的选项，我只好点击了升级面板。升级后，我得到了一套烧烤炉和 B 级天才厨艺。B 级天才厨艺，将五花肉两面翻烤30分钟，呈现炭黑状即为完成。回想父亲的反应，他明显是尝出了味道的。真按介绍这么做，他不是要被害死。有了父亲的前车之鉴，后面的买卖就顺利多了。到了晚上8点，突然有人来敲门。这个点按理说不会有诡异来玩家的居住地了，那外面的肯定是玩家。于是我装着胆子问了一句：是谁啊？夏老板，我是李大力的儿子李明，来给你送明天的菜。我沉默地开门接菜，一言不发。他在装送菜 NPC， 我就装厨子 NPC。不过如果父亲说的是真的，那李明才是最需要提防的玩家。等清点了下李明送来的菜，我的心凉了半截，只有一些土豆、豆腐、鸡蛋和番茄，连肉类和主食都没有。我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李明的骚操作了，毕竟能成功脱离游戏的人或许只有一个，有人心生歹念也正常。我顿时为难起来。我突然有了主意，我先将土豆切成长条，用油炸至半熟备用，又用小苏打加水浸泡豆腐，再经过油炸，传统的滇式臭豆腐就做好了。我一直忙到凌晨3点，才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这天来的最早的还是父亲，看到我在2口锅前忙碌，父亲有些不解。油香油香的生煎包呢？入口即化的皮蛋瘦肉粥呢？
大佬，游戏流程更新了，今天是小吃局。此时空气里弥漫着臭豆腐的香气，我拿出一串给他。您先试试，要是不满意，再杀我也不迟。父亲犹豫地接过，点了点头。吃饱了再说，反正你也跑不了。他将臭豆腐丢入口中，一口一个。过路的诡异们也纷纷凑过来。什么味道？又香又臭的。卡巴格巴，怎么会有味道呢？好多年都没有这种体验了。老板，给我来一份。我看到一个腐烂的小伙子用力咬块臭豆腐，赶紧给他送上一碗番茄煎蛋汤。来口汤，顺顺吧。一直忙碌到晚上7点，诡异们才渐渐散去。提示板提醒我，恭喜夏念初成为第一个积分超过1000的玩家，将获得大转盘抽奖机会1次。我立马点击了抽奖按钮，期待着看着轮盘，一片白光闪过，提示板告诉我，恭喜玩家夏念初获得貌美如花技能，使用时请大喊我是如花，可获得该技能1小时使用时间。我有些郁闷，难道要我用美貌去勾引诡异吗？到了8点，李宁又来送菜了，然而这一次他手中并没有任何食材。厨师玩家身份暴露，即时将被游戏抹杀。话音刚落，李宁就掐住了我的脖子。穿越到恐怖游戏里，其他玩家被吓得喊妈，我却直接认 BOSS 当妈。我还把妖艳男妖精当成哥哥，上去抢他的高跟鞋，气得他大喊家门不幸。然而当黑炭男来壁咚我时，哥哥却直接把高跟鞋甩他。那是我妹，你居然敢动她！睁开眼后，我来到了一栋破旧的筒子楼前，看着黑压压的天空，旁边的男人都要吓哭了。我们这是在哪？我想回家。另一边的光头突然打了他一下。哭什么哭？真他妈造孽了！谁装神弄鬼把我弄过来的？别让我知道，我弄不死你！一时间骂人声和哭泣声交缠在一起，把氛围衬托得更吓人了。但我却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别人是不小心被拉进来的，只有我是主动来的。只因这个副本叫妈妈的爱，需要闯关者融入鬼怪之家，得到他们秘密。而我作为孤儿，现在不仅妈妈还有家，简直就是福报啊！记得在穿越前带我过来那老头见我这么开心，才给我个道具。这叫还原之眼，可以看到鬼怪原本的模样。我本来不想要，毕竟要接受家人最真实的样子。老头却劝我，毕竟你是人，总会有控制不住的反应，这样不就伤了你妈妈的心了吗？我感觉很有道理，这才收下后穿越进了副本。这时一道冷漠的电子音响起，可爱的通关者们，欢迎你们来到 S 级副本妈妈的爱，希望你们别死得太惨哦。随后手机出现提示，去自己的家，融入这个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妈妈。所有玩家都跟疯了一样向筒子楼跑去，然而门卫大爷却告诉我们，这边的楼层需要刷积分，积分越高，能上的楼层也就越高，而越低的楼层，鬼怪杀人的执念就越高。过了几次副本的人先冲了上去，一个胖哥和一个瘦姐，他们抢了最高层20层，其他人也陆续选好了楼层，只剩下我和光头因为没有积分站在原地发愣。门卫大爷突然走了过来，然后摘下了自己的头。年轻人，天黑了怎么不回家？爷爷送你回家吧，不听话的小孩不用活着的。我吓了一跳，心想果然是个 S 级副本， NPC 出来吃人的速度也太快了。为了安抚大爷，我赶紧开口，大爷，我出来给我妈买酱油。对了，我昨天看见你和对门老李家大婶抱一起了哦。大爷的头瞬间掉在地上了，尊老爱幼的我赶紧帮他捡起来。您看您磕什么头啊？这不是折杀我这个小辈吗？大爷的头还在心虚的解释，没有，我昨天就是问他从哪买的李子，你这个年轻人说话可要讲证据啊。行了，你们老年人我不懂，我去找我妈了。说完，我直接没刷积分走了进去。光头也想跟上，却被大爷拦住了。我没想到那光头看着像个社会老大哥，心里居然这么脆弱。他见到大爷把头丢给他，直接吓得尖叫，朝远处冲了过去。结果没走多远，人就开始慢慢融化，变成了一滩脓水。门卫大爷见状把头安装好，非常高兴。老大爷，今天真高兴，年轻人不懂事，剁成肉糜给老伴。与此同时，手机上也显示了人数，幸存人数21。因为其他楼层都被选完了，我只能走到了1楼门口。自深吸一口气后，我开始敲门。妈妈，我回来了，我快累死了，你给我开门呀！门很快开了，一位大着肚子、长着6只手的女人站了出来。如果不是旁边的涂鸦提示，我根本认不出她是副本的大 boss 鬼妈妈。妈妈，我上学回来了，今天有没有想我呀？是吗？你真的是我的孩子吗？我的孩子好多啊！我闻言有些委屈。妈妈，你什么意思啊？就算你怀了宝宝，也不能不要我了呀！见我流泪，鬼妈妈居然有些为难。肯定不会的呀，妈妈还给你煮了你最喜欢的排骨。我闻言立马扑到她怀里。谢谢妈妈。妈妈，你的脸好冰啊，肚子也好冰。不过没关系，我会帮妈妈把肚子缝起来，让她暖暖的。等鬼妈妈带我进了屋子，我关掉了道具的效果。这时我才发现，鬼妈妈身上全是伤痕，肚子也被剖开，看起来十分凄惨。我顿时感觉了心疼。妈妈，我帮你缝肚子，我都会拿针了，我厉害吧？但鬼妈妈却不肯，直接躲到了厨房。但我坚持不懈地喊妈，把她都喊烦了，只能出来继续陪着我。等到吃饭时，我再次看向手机，发现幸存人数变成了15，死伤真快啊！这时鬼妈妈忽然瞪着我，看什么呢？吃饭不要看手机。妈妈，我错了，妈妈，我爱你。但她因为生气，肚子又裂开了。我赶紧蹲下来给她缝肚子。妈妈，之前你都是最爱我，现在非要生2胎，你不爱我了吗？2胎刚开放你就生2胎，
他能有我爱你吗？尽管这么说，但我还是很温柔的缝好肚子。不过既然我是你女儿，我肯定会管的，毕竟我最爱你。鬼妈妈很欣慰，果然还是女儿疼妈妈。等吃完饭，我又去倒垃圾，出门就看到对面女生被她的妈妈啃成2半，丢了出来。我马上退回去，跟鬼妈妈解释：“妈妈，对面的阿姨弄得地面好脏，真影响我学习。”鬼妈妈闻言很生气，拿着锅碗瓢盆就冲到对面，只听到她大喊：“你什么意思？你诚心影响我家思思学习是不是啊？看看你家这个破烂，能和我们家思思比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最后她好好扇了对面一顿，骄傲地回了家。妈妈，你也太厉害了吧！我最幸运的事就是有你这个妈妈啦。为了表示我的感动，我特地给鬼妈妈熬了一碗米粥。然而我端着粥准备出去时，却在角落看到了一双很好看的高跟鞋。妈妈，这双高跟鞋是你的吗？好好看呀！鬼妈妈闻言走了过来，但看到高跟鞋却慌了。囡囡，这不是我的呀，是他回来了。我有些疑惑，谁呀？妈妈，算是你哥哥吧。妈妈不喜欢这样的，明明是个男的，打起仗来却像个水蛇。我点点头，继续看着那双鞋。突然，我头顶传来声音：“你看我的鞋干嘛？你竟然从大肚 boss 那活下来了，有2把刷子。”只见一个妖艳的男人贴在墙壁上，他穿着超短裙和高跟鞋，动作十分优雅。他一点点地逼近我，五官也开始慢慢的流血，但我却掏出了粉色手绢，给他擦了擦脸。哥哥，既然我来了，咱就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啊？而且你真的好好看呀，这么好看的哥哥，能不能送我一双高跟鞋啊？他愣了一下，瞬间脸红了。好看吗？那给你也没问题。我立马兴奋地扑到他怀里，不停尖叫。鬼妈妈警惕地看着他，是不是你欺负他了啊？小心我一张嘴直接给你吃掉。高跟鞋哥立马喊冤，明明是这个小家伙一直跟我要高跟鞋，我被缠得没有办法了才答应。而且我亲爱的妈妈，都是你的小孩，怎么这么偏心呀？谁是你妈？在这个地方待久了，真以为我是你妈了啊？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我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我们开心的一家人，赶紧吃饭呀！这一顿饭很安稳。突然，手机上发布了任务：亲爱的通关者们，你们的生活还好吗？现在你们的亲爱的邻居闲不下来了，要来你家串门喽。鬼妈妈看我脸色惨白，便问我：你们那群里发什么了？他们说邻居要来串门。鬼妈妈闻言也紧张了，但高跟鞋哥哥却很兴奋。对面那个黑炭男吗？要不你先去他们家串门算了。鬼妈妈也点点头。他来咱家，我们可以护住你，可是还得你自己去。说完，他直接把肚子撕开，掏出一个小孩递给我。这是你弟弟，带着他一起去串门吧。高跟鞋哥哥也跑到鞋柜上翻找，最后递给我一根红色高跟鞋。这是我死的时候穿的，你穿上它，它会保护你。这高跟鞋还能根据情况改变大小，让我很高兴。哥哥，你的高跟鞋真是太棒了，难怪你要一直带着它。就这样，我穿着小裙子，脚踩高跟鞋，怀里抱着小弟弟，准备去串门了。真千金来公司体验生活。当领导要做 PPT，他出1万让我做；当领导要拉数据，他给2万让我统计；当领导急用策划，他花5万买断我的创意。我非常开心，闺蜜却训斥我：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钱吗？怎么一点自尊都没有？我只好拒绝了真千金的提议。怎料闺蜜却因方案出错被领导怒骂，她气不过，就穿着我的裙子在领导办公室拉了头发。这事还传到了网上，我不光被公司开除，还被所有公司拉入了黑名单。闺蜜更是将我赶出合租房。那么大的流量给你也不中用啊，滚吧，拉屎大王！最终我被迫流浪，被乞丐拉进巷子里折磨去世。再睁眼，我重生回了真千金入职的第一天。木木，午饭一起吃好不好？我订了2个套餐，另外领导刚让我帮他做个 PPT， 可我不会，你能帮我吗？有偿的。看到这熟悉的消息，我瞬间愣住了。闺蜜柳如烟也凑了过来，表示不满。连个 PPT 都不会做，这个新人是怎么被招进来的？你瞧他身上穿的迪奥，背的爱马仕，肯定是什么老男人送的。离这种女人远点吧，免得你跟他一样走上被包养的路。此时江雪还在继续发消息：木木，领导又让我拉数据了，我还是不会，你帮我一下吧，我给你1万好不好啊 ？PPT 你要是也能做的话，2万够吗？我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要知道我才毕业，此时薪水不过3500，现在江雪给了我一个暴富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金币。见我心动了，柳如烟马上训斥我：你不会想答应他吧？那女的不正经，你千万离她远点。何况你努力工作只是为了钱吗？怎么一点自尊都没有？上辈子她就是这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阻止我挣外快。但这一次，我直接把电脑屏幕转过去，不再理她。随后我回复了江雪：大小姐驾到，木木小可爱愿为您保驾护航。5分钟后，我就把江雪所需要的数据拉了出来，她也很利索的给我发了第1个万元转账。到了中午，江雪真的坐到茶水间等我一起吃午饭，她还拿了2个精致的外卖盒子向我道谢。木木，刚才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肯定要被公司开除了。这是我从和风点的外卖，你将就着吃，等晚上我再带你去吃好吃的。等饭盒打开，奥龙鳌虾3文鱼的拼盘瞬间亮瞎我的眼。想起前世失业的那3个月，我只能吃柳如烟的剩饭，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是不合胃口吗？你等一下，下面还有2层。于是我又看到了黑珍珠鸽子烧、白松露鳕鱼饼以及热气腾腾的燕窝鲍鱼汤。就在我惊得说不话时，柳如烟突然凑了过来。叶梦，我看你中午没有点外卖，
给你买了蔬菜饼，5块钱，记得转我。我没让你给我带大饼，可你不是没钱吃饭了吗？我特意给你带的。我指了指桌上的精美餐盒，回答道：不用了，大饼你自己吃吧。江雪给我带了饭。柳如烟有些不爽，你确定要吃她的吗？不吃我给你带的啊。旁边的同事也开始议论，叶幕肯定是看江雪有钱，想跟柳如烟玩了。人家柳如烟虽然没钱，但记挂着叶幕没吃饭，叶幕这么不近人情啊？也是人之常情，毕竟5块钱的菜饼怎么能跟5星酒店的精美套餐比呢？江雪顿时有些尴尬，委屈的像是做错了事。我看不下去，只能给柳如烟赚了5块钱，接过了蔬菜饼。柳如烟得意的瞥了一眼江雪，挽起我的手臂，我就知道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然而我却冷冷一笑，将蔬菜饼扔进了垃圾桶。柳如烟，以后都不要给我带蔬菜饼了，我受够了蔬菜饼油腻的味道，也受够了你吃盒饭，我吃蔬菜饼的日子。此言一出，柳如烟的脸都僵住了，同事们更是全部安静，好奇的看着我，而我将这些日子的委屈全部宣泄了出来。我将你当好朋友、好闺蜜，可你都干了些什么？房东明明说房租1月1付，你却骗我押1付6，我没钱吃饭，只能吃公司茶水间的零食充饥，你又批评我不道德。和你当朋友，我无时无刻都在质疑自己的道德水准，现在我清醒了，滚你的道德和格局吧，我要吃饭，还要好好吃饭。说着，我将餐盒里的龙虾狠狠啃了几口，感动得落下泪来。也许是我刚才那番话太惨，同事都不禁感叹：叶幕这跟逃荒来的一样，太可怜了吧？柳如烟真的那么过分吗？自己吃盒饭，给好闺蜜吃蔬菜饼。茶水间的零食不就是给员工充饥呢？她柳如烟还管起别人来了。听到同事的议论，柳如烟气的指着我：你既然对我有这么多抱怨，那我们绝交。我是怕你存不下钱，才一次性收你6个月房租，结果好心都被你当成驴肝肺了。你今天就给我搬出去。我下班就搬，没到期的房租你退给我。退什么退？是你自己主动违约。这话说出来，大家看他的眼神更带鄙视，他却还是不满意。你立马向领导申请换工位，我不想跟你坐一起。我也不想被你窥屏，每次我活干完了，你就跟领导打报告，给我布置更多活，我早就受够了。柳如烟气得浑身颤抖，却无法反驳，只能转身离去。这时江雪过来安慰我：慢慢吃，我刚才又订了很多好吃的，很快就能送过来。你要是没地方住，我有一套公寓正好在公司旁边，你不嫌弃的话先住着，不要你房租。江雪温柔的声调让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夜幕也有被大小姐包养的那天啊。吃完午饭后，江雪帮我找领导换了工位，我坐到了江雪的身边，不仅帮她完成了 PPT， 还出了一个创意策划。一个下午我收入10万块，我有些不好意思。我1个月工资才3500，这10万块足够我给你打2年工了，后面你需要我做什么就直接说，不用再给我钱了。江雪却摇头，一开始说好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好朋友之间不能言而无信，但拿人手短，于是我建议那些操作其实很简单，不然我教你吧。江雪却摇了摇头，其实我不喜欢上班，但我爸非要我接手集团，他说要么我自己管理集团，要么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帮我管理集团，我觉得你就很适合帮我管理集团。我闻言紧张了，大小姐，我才2流院校毕业，可是你善良勤劳人品好呀。其实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我爸说企业家应该站在国家角度上，将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说真的，我听到你薪资只有3050，难过极了。如果我爸知道他旗下的分公司如此压榨员工，怕是会掉眼泪吧。江雪的一席话让我大受震撼，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爸不看报表吗？员工工资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江雪叹了一口气，是啊，偌大的一个集团，我爸连员工工资表都看不到，所以才派我潜入了分公司打探情报。叶幕，我虽然这不会那不行，但我也要继承我爸的意志，你愿意跟我一起打江山吗？我闻言血液都沸腾了起来。大小姐，我一定努力，不负所托。这时江雪的屏幕忽然亮了，居然是柳如烟，她发来了一长串的消息。后妈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当恐怖游戏降临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入了恐怖游戏中。而我一个人在世上苟延残喘了10几年，早就不想活了。怎料副本里的大 boss 公爵夫人竟然跟我那早逝的妈长得一模一样，我直接抱住了她的大腿。妈，你带我走吧。被推入恐怖游戏后，再睁眼，我已经身处在一座欧式古堡外。欢迎各位进入恐怖古堡副本。本次游戏玩家共5名，游戏难度 SSS。提醒一下玩家，在游戏中死亡的话，现实世界也会死亡哦。祝大家早死不超生。随着冰冷的电子音结束，我抬眼环顾四周，和我一同被投放进来恐怖游戏的还有4名玩家，他们看起来都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但对我来说，现实生活就是一场恐怖游戏，所以在得知亲爹后妈将我卖了顶替和我同名同姓的大小姐进入恐怖游戏时，我甚至有些窃喜。在恐怖游戏里死去，总比生不如死要好。显然其他人并不是这么认为的。身旁的女玩家崩溃大喊着：我怎么会被分到来这个副本？可恶，我不想死啊！她身旁的男玩家也抱头痛哭。另外的一男一女倒是平静许多，但也都是惨白着一张脸。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弹幕以极快的速度在屏幕上飘过。恐怖古堡又开了，这次又是哪几个倒霉蛋被选中了？这个副本里面的 NPC 都跟有毛病似的，答错了要杀，答对了也要杀，也不知道这群倒霉蛋能活到什么时候。我记得是园丁喜欢杀女人，管家喜欢杀男人，大 boss 男女通杀吧？男女通杀，好地狱的笑话，希望他们之中能有个通关的吧，不然这副本开得越来越频繁，下一次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我进去。我忍住了惧怕，率先走了进去，看见我已经走了，其他人互相看了一眼，也连忙跟了进来。刚才那个女生惊呼：“好漂亮的城堡！”另外一个男生立马哄着她：“你的气质就跟城堡里的公爵小姐一样优雅美丽。我叫父亲，你叫什么呀？”我叫柳如烟。其他二人也互通了姓名，比较冷静些的女生叫林听音，另一个男生则叫裘家瑞。正当我们走到花丛前，机械音从耳边响起。园丁似乎有些烦恼，乐于助人的玩家想必很乐意帮助园丁吧。冰冷的电子音带着恶意颁发着任务，似是来不及等着看我们的惨状。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在花园里哼着歌浇花的园丁了。园丁是个17、18岁的少年，他看见我们后，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愚蠢的人类，你们来了。其他人都没有作声，柳如烟忽然将我扯到了他们身前，我只好硬着头皮问他：“园丁哥哥你好，请问我们该怎么帮助你呢？”公爵夫人的生日快到了，她最喜欢的花朵就是康乃馨。各位客人这么乐于助人，想必应该很乐意帮我采摘康乃馨吧？园丁把我们带到了康乃馨花田，这片花田看着很温馨，但却有些诡异。柳如烟毫不犹豫地使唤我：“喂，你先下去试一下。”林听音挡在了我的身前：“你不要老使唤小满，他又不是你佣人。”我的心里涌入了一股暖流，这应该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我朝他摇了摇头，希望他不要和柳如烟起冲突，然后就来到了花圃边缘。才刚刚踏入花圃，康乃馨却像是活过来一般，康乃馨的汁液一下子就将我吞噬。恍惚之中，我似乎听见了林听音他们的惊呼声：“小满，你没事吧？我们快想办法救救他啊！”救什么救？柳如烟毫不在意地说：“在恐怖世界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他这么弱，在这里死了还算是为我们做出贡献了。”本以为被吞噬后，这康乃馨花海的汁液会将我四分五裂，然而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康乃馨的汁液只是将我轻轻地托举着推向中央。朦胧间，我感觉似乎有些什么在探看着我的记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耳边隐隐传来哭声，身边的花海似乎在渐渐退去。最后，我回到了小道上，看见我从花圃出来，林听音冲上来一把抱住了我：“你终于出来了，你都快吓死我了！”我拿着康乃馨走到了园丁面前，将康乃馨递给了他。看见我毫发无损地拿到了花，园丁的脸色立刻变了。没想到你也是个可怜的人，那各位可要加油了。要是待会儿公爵夫人还没能看见你们的康乃馨的话，可指不定对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柳如烟见我安然无恙的回来了，立刻自告奋勇下去。她以为他会像我那样平安无事的回来，然而康乃馨的汁液在碰触到他的时候，突然爆气，救命！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汁液忽然勒紧了柳如烟，只是一瞬，血雾从汁液缝隙中漫出，柳如烟的声音消散。这才是园丁的正常操作吗？刚刚的园丁也太好说话了，我都以为我看错副本了。这个新人是为数不多第一次就能毫发无伤就过了园丁这关的女新人吧？楼上说对了，要知道园丁这里女玩家的死亡率可比男玩家的高多了。这条弹幕的后半句突然闪进我的脑海中，我犹豫了下，还是将手中的花递给了林听音。这是给我的。林听音用手指着自己，不敢相信地问着：“谢谢你刚才为我说话。”我到哪都是被人讨厌的存在，林听音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我不是那么讨厌的人。就算我活了下来，回到现实世界，还是会被我爸他们再卖掉。但如果是他活下来的话，他的家人朋友应该会很开心吧。林听音咬了咬牙，接了花。谢谢，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只是朝他笑了笑，正准备再去摘一朵，一把尖刀却抵在了我的腰后。父亲威胁道：“你现在下去给我搞一朵上来。”我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再次踏进了花圃，仿佛是知道我的想法，康乃馨争先恐后的往我这边涌来，为我送来了颜色各异的康乃馨。我捡了其中3朵，摸了摸将花朵递上来的汁液，汁液连带着花朵高兴地舞动起来。看到这一幕，弹幕炸锅了。我去，这是什么情况？这女新人是什么能力者吗？居然能让杀人花为她跳舞！其他人不知道，在我摸到那朵康乃馨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些画面。这朵花在记忆里只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却被亲生父母虐杀而死。恭喜你开启了园丁的身世隐藏任务，任务进度20%。机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我看向其他人，但他们似乎都没听见。我将另外2朵花递给了父亲和裘家瑞，看见我的举动，园丁不甚认同的摇了摇头。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还赖好心。顺利拿到康乃馨的我们，在园丁的带领下赶往城堡。还没靠近门口，我们就看见了一名穿着燕尾服的大叔正站在城堡入口。恭喜各位玩家拿到康乃馨，顺利参加公爵夫人的舞会。刚踏进大厅，舞会的音乐立刻响起。公爵夫人从楼梯上缓缓而下，华丽的服装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地位。但在看见她的脸后，我愣住了。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妈妈吗？她怎么会在这里？顾不上其他，我立刻扑到她的身边，嚎啕大哭起来。妈妈，是你吗？妈妈，我好想你啊！我发布退圈声明后，众人都拍手叫好。
然而我影帝男友的绯闻女友却表示反对，都是误会。诗雨前辈是歌坛不可或缺的才女，我希望她能重回歌坛。可我却对她的喊话视而不见。只因上一世我的作品和她的原创单曲一样，网友都骂我是抄袭狗，我立马晒出自己的创作过程，却因为发布时间比他慢了10分钟，被网友集体网暴。我爸妈散尽家产替我证明，却被疯狂的歌迷放火烧死。最后在他的原创歌曲获奖的那天，我从高楼一跃而下，再睁开眼，我竟回到了新曲发表的那天。今天中午12点，你的新曲会准时上架，别紧张，以你的水准，今年金曲奖最佳创作人肯定非你莫属。经纪人七姐拍了拍我的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七姐察觉我不对劲，叮嘱道：这几天熬夜写歌辛苦了，我先不给你安排通告，你好好休息一下。但我却数着时间，赶紧打开了柳如烟的微博，如同上一世一样，她发了一个链接，配文：原创个人单曲《停摆的时钟》，等待你的倾听。我打开外放，七姐直接惊了。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你的新曲吗？这是你的原创，柳如烟怎么会提前发表？会不会是录音棚的人盗曲？你等着，我现在就让人去查。我却拦住七姐，新曲发表的事让公司取消吧。可七姐不同意，公司花了大把的钱在这次的单曲上，你说取消就取消，我也不好和上面交代。这样，我先去查盗曲的事，你尽快再写一首歌出来交差。等他走后，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好久。柳如烟是我影帝男友父亲的小青梅，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因为有父亲做靠山，柳如烟毕业后直接签了国内最大的娱乐公司，一出道就是为国际名导的电影唱主题曲。这些都是我这个正牌女友没享受过的待遇。我继续在柳如烟的微博中翻找，终于在一条微博中发现了端倪。8月26日，柳如烟发了一张照片，并配文：思如泉涌。我放大照片仔细观察，发现他桌前的稿纸上写着和我一样的创作思路，就连被我删掉的歌词也一字不差。可这首歌是根据我个人经历写的，根本不存在抄袭借鉴的可能。我心想，莫非柳如烟也和我一样经历了那场地震吗？这时七姐又来了电话，果然盗曲的事没有任何线索，我顿时进退两难，只能抓紧时间继续创作出一首新歌。冲进工作室后，我拿起久违的吉他，这次就让我化身复仇女神，写出我上辈子的冤屈吧。2天以后，我终于熬夜写好了新歌的词曲，我第一时间就发给了七姐，她非常激动。诗雨，你简直是音乐天才，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啊？已经约好了录音棚，1个小时后我去接你。等出了录音棚，我感觉一身轻松。马上到国庆假期了，公司觉得这个时间比较敏感，你这首歌要等到10月3号才会发行，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有着急回复七姐，而是问起了柳如烟的情况。我有个朋友在朝阳娱乐，他说柳如烟最近一直没来公司，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发了新歌，按说应该全国跑宣传，可他一点动静都没有，实在太过奇怪了。我同意了公司延期发行的提议，随后回家好好睡了一觉。然而没多久，七姐却把我喊醒。诗雨，不好了，柳如烟又发歌了，和你的凌晨录的新曲一模一样。七姐的话瞬间击垮了我，为什么重来一次，我还是不能改变这一切？难道我要一直活在柳如烟的阴影下吗？而且这次我甚至没使用电脑编曲，她是怎么知道的？有粉丝问她怎么改变了曲风，柳如烟霸气回复：之前的新歌被人抄袭了，幸好我改了时间提前发布，不然我有理也说不清。这首新歌就是要警告那些盗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人，才华是创作歌手的底气，而我是你永远望尘莫及的人。他的这番宣言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有人顺着公司发的新歌预告找到我的微博，在下面的评论：如烟说的抄袭狗是你吧？之前不是说要发歌吗？这都多久了？你的新歌呢？还优秀创作歌手呢，以前的专辑也是让人代笔的吧？这辈子我没有发歌，却依然被柳如烟冠上了抄袭狗的称号。但我的粉丝也不是吃素的，在评论区与他们吵得热火朝天。结果这场风波，柳如烟的风评不升反降。这时我的影帝男友坐不住了，明天如烟的庆功会，你必须来。我被气笑了，凭什么？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你的粉丝网暴如烟，她这2天吃不下睡不好的。你要还想当我女朋友，明天必须来庆功宴。不过我本来也打算去看看，毕竟我还要弄清柳如烟身上的秘密。庆功会当天，柳如烟的经纪人激情宣布，如烟的2首原创已经在榜1周了，真是名副其实的新晋创作才女。她还旁敲侧击地嘲讽我，不像有的人顶着才女的名头行盗窃之事。我闻言笑了，走到柳如烟面前，如烟，请问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第一首原创为什么要用小调呢？柳如烟没有急着回答，反而看了一眼父亲，父亲赶紧大喊：诗雨，你够了！如烟不计前嫌，请你来参加庆功宴，不是让你来捣乱的。柳如烟却轻轻推开他，没什么不能说的，大调轻快，小调悲伤柔情。停摆的时钟，若是慢放0.75倍速，就能发现不是一首欢快的歌曲，当然是小调更合适。这和我的写歌时的想法一模一样，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感谢你的解答，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我失落地走出了包间，父亲赶紧追了出来。你刚刚什么意思？当着那么多人，你偏要让如烟下不来台吗？我不想再和他纠缠，直接推开他。分手吧，我退圈回老家，祝你和柳如烟早日修成正果。你又在乱闹什么脾气？你爹能付得起违约金吗？然而父亲不知道，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我爸10几年前确实是个包工头，可现在已经是知名的地产商了。不做音乐，我还能回去继承家业。我心想，我倒要看看我不创作后，柳如烟怎么当新晋创作才女。听说我要退圈，7姐急得团团转。你的合约还有3年，公司不会轻易放你走的。诗雨，你真的想好了吗？见我点头，7姐叹了一口气。天高任鸟飞，我也拦不住你。希望咱们还有机会继续合作。几天后，公司发了解约的微博，我也发了退圈声明。黑粉全都拍手叫好。如烟之前说抄袭的人肯定是他，不然怎么会心虚的退圈呢？庆功会上对如烟盛气凌人的，现在就夹着尾巴逃跑了，真是可笑。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己滚蛋比被骂跑好一点，还算识相。不过我已经退圈，黑粉再怎么骂也无所谓了。下了飞机后，我爸开着劳斯莱斯来接我了，我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瞬间哭得泣不成声。咱们一家团圆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吗？我爸也抱怨，我就说娱乐圈没好人，敢让我闺女受委屈，咱不跟他们玩了。我破涕反笑，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怎么知道我受委屈？你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等回到家等候，我把2辈子的事全盘托出，我爸瞬间怒了，王八羔子，我玩阴招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动我老3的闺女，看我不弄死他们。刚搬家第1天，对门李老太就拿着4000块钱要买我价值40万的房子。网上专家说了，咱们这片房子降到了4000块钱，给你4000块，赶紧搬走。我瞬间懵了，这年头倚老卖老都升级到明抢了吗？于是我去敲他家房门，有孩子吗？出来管管你家大人。其实李老太说的那条视频我也刷到过，但视频里说的是房价降了4000块钱，跟降到4000能是一个概念吗？可李老太却胡搅蛮缠。那我不管，我哥这住30多年了，我没点头就不算数，要买也给我同意。我懒得搭理他，继续敲门。少跟我耍疯，让你家孩子出来跟我说。家里没人，敲也白搭，就说你卖不卖吧。卖你老母，这都是什么人啊？李老太闻言掏出一张纸，不卖也行，住户须知，好好学学。说完，他就自顾自地念了起来。住户须知第1条，102必须将自家阳台底下空地无偿提供给101使用，直到102卖房搬走为止。莫等他念下一条，我就拦住了他。我花的钱凭什么白给你用啊？不用也行，那你今天必须卖房，要不我跟你没完。望着李老太猖狂嘴脸，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中介只要1半费用，原来是有这么个奇葩邻居。我懒得跟老太太废话，直接赶他走。有病您去医院，没病鬼一边玩去，少跟我在这装疯。李老太急了，你敢骂我，信不信我把你家烧了？我直接掏出手机，点开录制。你烧，我马上报警。因为老小区闲人多，我们又在1楼，很快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一个精神小伙提醒我，这大姨自成一派，谁都整不了她。另一个抱着小狗的大姐也问，102又换人了啊？这才几天啊？这个也涨不了，干仗时候在后头呢。见周围人多，李老太只能放了一通狠话后先离开了。到了下午，楼门长吴大姐上门来登记信息，我就跟她讲了白天发生的事。她闻言笑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和李姨也算不打不相识。你年轻，多让着她点呗。况且李姨那么大岁数，真闹起来，你一点便宜也占不了。我没想占谁便宜，可我也不想吃亏。吴大姐叹了口气，李姨她家一室，地方小，住不开，她就一直想把102买下来，中间墙一砸，2家变1家。前2年房价涨得太厉害，她嫌贵没舍得，现在便宜了，又被你买了。我赶紧打断她，把那张住户须知掏了出来，说那些没意义，102是我的，他原价买我的未必卖。再说他家能不能住还是他的事，我没义务同情啊，这话没毛病吧？吴大姐顿时有些尴尬。没毛病啊，但你不知道，咱小区最早是企业出资给职工建的福利房，这些老户原来都是一个单位。李姨几个儿女挺出息，他就有点仗势欺人，不过大家都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也是好心提个醒，现在谁敢惹这帮老的，地上一躺黄金万两。你好好想想，看姐说的有没有道理。吴姐这话没毛病，但我就是不想低头。第2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窗户外却传来一阵巨响，我直接被吓醒了，以为是谁在砸防盗窗，但仔细听了听，我才发现动静是从窗户下面传来。等我走下去，就看到李老太正把捡来的瓶瓶罐罐往我家阳台下面的空地上扔。扔什么呢？是你家吗？她居然跟我耍无赖。是你家啊？你喊他，看他答应吗？我也不跟他废话，直接找了根棍子，把那些破烂统统拉出来。李老太却像护崽子的母鸡一样的扑到了那堆破烂上。敢糟践我的宝贝，你给我等着！说完，她往脸上抹了一把土，开始干嚎。杀人了，出人命了！小伙子欺负老人，要天打雷劈了！此时正是上班上学高峰，周围马上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吴大姐也过来打圆场。都散了吧，该上学上学，上班的上班。李老太却嚎得更大声了。起来吧，李姨，躺着解决不了问题，影响也不好。让他给我赔钱，不赔我就不起来。我闻言反驳，我碰都没碰他，这就讹上了。瓶子纸板不是钱啊，你给我甩出去的，
你不赔谁赔啊？我直接被气笑了。不是你先占我家地方，我能扔你东西啊？李老太却不停，伸手就向我要钱。我不管，你没啥损失，我可是丢东西了，至少给100块钱，不然别想走。我看着手机上5个未接来电，明白再纠缠下去对我不利，于是我掏出100块。我给，今天我认倒霉，但将来李玉珍和她家人别想再因为这个跟我闹，你们都是见证。李老太瞬间得应，跟我叫板，死路一条。现在你房子没卖，我倒先赚了100。说完，他就拿着那张钱去跟路人炫耀去了。然而这天下午，我刚送完女儿上学，回家就看到了李老太，她还领着一个小伙子，吴大姐也在。李老太指着我喊：“就是他，大中午不睡觉，刚装修，吓得我心脏病都犯了。”我瞬间明白老太太是来找茬的。那小伙子说自己叫张涛，是物业那边的。老哥，这位李阿姨投诉你扰民，有这么回事吗？莫等我开口，李老太抢先说道：“这是事实，不光我听见了，楼上也都听见了，不信你问去。”可他没想到我很平静。是有这回事，我承认扰民。这下李老太懵了，3个人互相对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您承认扰民吗？那按照李阿姨的诉求，您要给她赔礼道歉。我一口回绝，不可能。你看看，扰民还不道歉，这种人咱们小区就该把他赶走。张涛也劝我，老哥，扰民也不是什么大事，您道个歉，以后2家还是好邻居。我却再次拒绝，有证据我就道歉，否则免谈，不服气就告我去，我建议直接去法院。李老太这次在我这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我提了12分的精神，提防她又闹出什么幺蛾子。这天我临时有急事出去门，家里只剩女儿月月，我不太放心。结果一看监控，却发现李老太和一个装修公司的人居然出现在我家卧室，而女儿月月紧张缩在一边，看起来十分委屈。我立马发疯一般的赶了回去，指着李老太骂：“谁让你进来的啊？滚出去！你闺女给我开的门，我可没私闯民宅。”说完，他告诉装修师傅，到时候把这道墙凿开，跟我那屋连起来。我立马火了：“你有病吧？这是我家！”李老太闻言笑了：“我也没说是我家，就是提前看看，心里有个数。”我懒得理他，直接把他往门外推，他却威胁我：“别碰我啊！我到地上就不是100块钱的事了。”你骗我孩子开门，我没打你都算轻的，还敢讹我？李老太开始耍赖：“那你打我呀，我巴不得你打，房子马上赔给我。”真是死不要脸。等李老太走后，月月和我道歉：“爸爸，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以为是妈妈。”我不怪女儿，只觉得无比后悔。当初买这个小区就是为了让女儿上一个好学校，没想到却摊上这么个奇葩邻居，但我还是不甘心，于是去了居委会告状。负责我们那片区域的小组长很头疼。李玉珍是整个小区的刺头，我们也没有好办法。以前他闹得凶，我们也找过他儿子，可他儿子一走，他就做得更厉害。但我却忍不了。给我李老太孩子的联系方式，我自己去沟通。我的室友要求绝对公平，闺蜜帮我买饭，却被她一掌掀翻。她指责我们的行为对后面排队的人不公平。我获得奖学金，她又煽动同学喂下我的钱，说大家都交了学费，凭什么我能拿钱？后来细草追求我，她又跳出来说要跟我公平竞争。我厌烦至极，便当场答应细草追求。她崩溃了，设计我被精神病乱刀砍死。再睁眼，我回到了柳如烟指责我插队那一天。刚一回神，我立马给闺蜜打了一通电话。等对面接通后，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许许，别帮我买饭，就买你自己的。”许玉一头雾水：“你不是想吃糖醋排骨吗？等你到食堂就没了呀。”我一边赶路一边飞快地说：“不想吃了，最近对排骨犯恶心，我去买碗粥喝。”在闺蜜再三保证自己只会买一份饭后，我才挂断了电话，放下手机，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我一赶到食堂，还是看到了被打翻的饭菜。柳如烟正瞪圆眼睛对许玉大声指责，我心里暗叫不好，以为闺蜜买了2份饭，刚想担下所有责任，没想到闺蜜却一脸错愕：“柳如烟，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只买了1份饭。”闻言，柳如烟的刻薄的表情立刻僵在脸上，而身后替她说话的同学也瞬间噤了声。她下意识看向地面，而后视线又落到闺蜜空荡荡的手上，连说话都结巴。怎么可能？下课时我明明听到了，沈白让你帮忙买饭的，你们耍我？我快步上前，站在闺蜜身旁，冷笑一声：“谁有那个闲工夫耍你？你莫名其妙打翻了许许的饭，还想反咬一口，你有没有素质啊？快赔钱！”听我这样说，柳如烟立刻咬紧下唇，渲然欲泣：“我不是故意的，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家好。”柳如烟话还没说完，后面排队的同学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该赔赔呗，拦在前面不让我们买饭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缘无故弄洒别人的饭，重新买一份，不是应该的吗？这谁啊？真没素质，到现在一句道歉都没有，还搁这儿装绿茶呢。我认识他，是计算机专业的柳如烟。柳如烟的表情愈发难堪，只能灰溜溜地赔了闺蜜1份饭。我和许玉找了张没人的桌子坐下，她双眼亮晶晶地看我：“芝芝，你怎么知道柳如烟要刁难我们？”我咽下一口粥，缓缓回答：“我猜的。”跟料想的一样，一回寝室几个室友便用敌视的目光瞧我，然后周杰率先开口：“沈白，你好恶心，竟然设计让柳如烟当众难堪。”另一名室友也白了我一眼：“你是不是利用了柳如烟善良的心理，故意整她的？她都难过1中午了，你必须向她道歉。”
见两名室友都为他说话，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得意。沈白，我真没想到你心思这么恶毒。不过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你写一份2万字的检讨，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念出来向我赔罪，这件事就翻篇吧。他们都这样说了，我也不甘示弱。翻你爸的篇，是我让你打翻许许的饭的吗？你自己发癫，关我什么事？还有，我的恶毒程度可不及你1/1000。话音落下，我又将目光落在周杰2人身上。柳如烟今天能害我，改天就能害你俩傻 X， 还搁这儿乐呵呢。事情发展到现在，我真的不想再跟室友维持关系了。正常人跟傻 X 之间有弊，永远不要想着能跟他们沟通或者说服他们，不然只能自己气自己。后来辅导员把拿奖学金的名单发班级群里时，他又开始作妖了。我们私底下有一个没有老师的小群，当天柳如烟就将辅导员发的截图转发到了小群里，他义愤填膺：大家快来看看，明明我们都交了学费，凭什么沈白能拿1等奖学金2000块，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不要被学校破了呀！这是我们大家的钱，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沈白，识相的话，把奖学金交出来，充当班费，这才对所有人都公平。柳如烟发出这一大段话时候，群里陷入了好几分钟的沉默中。没过多久，班里另一名拿1等奖学金的女同学弱弱开口：可这不是学校给予学习优秀的同学的奖励吗？看到这句话，柳如烟当即狂喷：你这是封建地主的思想，我们新社会倡导公平平等，你们有的，其他同学也应该有。你这种想法太恶心了，真是令人发指。此言一出，同寝室的周杰2人也跟着附和。对啊，明明是大家的钱，凭什么让沈白享受了？沈白，自觉点，把你的奖学金充当班费。这条消息过后，群里就安静了。我也并没有像上一世那般在群里解释，而是截图将柳如烟说的话都保存了下来。而他当然也不只是在群里说说那么简单。发奖学金的时候，所有人的奖学金都到了，只有我的钱迟迟没到账。柳如烟是班长，发放奖学金的事儿是他负责的。我去问他时，他趾高气扬的说出了跟上一世相似的话。沈白，你就别肖想奖学金了，这笔钱应该是大家的。这样吧，因为这些钱也有你的一份，所以我们寝室一致决定用这笔钱去吃一顿大餐。放心，会带上你。等柳如烟说完后，我也停止了录音。见我玩手机不回答，他瞬间恼了。沈白，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最好别把这件事说出去，不然我们整个寝室都会孤立你。况且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我心底无语，面上却笑得一脸温顺。我不饿，你们去吃吧。闻言，柳如烟盯着我看了半晌，满脸狐疑。他又问了一遍：你确定不去？我勾了勾唇，拿起一个苹果啃了起来。不去，我减肥呢。柳如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轻嗤一声，装模作样。留下这4个字，他和周杰2人一起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大难临头了耶。3人离开后，我在宿舍玩了2小时手机，确保他们花光了钱，我才不紧不慢的将录音和聊天记录的截图发给辅导员。辅导员没有立刻回复我，趁这段时间，我又将这件事投稿到了校园表白墙，并附上所掌握的证据。表白墙也很给力，见这是大瓜，单独给我发了一条帖子，短短10分钟就引来了上百人围观。没过多久，辅导员回消息了，他让我去一趟办公室。等我悠哉悠哉的赶到时，他们也已经到了。柳如烟眼圈泛红，显然已经被训斥了一番。见到我，他眼中快速闪过一丝怨毒。沈白芝，你快告诉老师，我们没有抢你的奖学金呀！走之前明明问你了，你自己说要减肥，不出去吃饭的。我掐了掐自己的手心，哭得比他还惨，一边抹眼泪，一边哽咽。柳如烟，求你把钱还给我吧，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我是单亲家庭，妈妈还失业了，就指望这2000块当生活费呢。听到这些话，柳如烟瞬间变了脸色，她愤怒地指向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沈白芝，你个贱人，竟然敢耍我！这下辅导员彻底看不下去了。柳如烟，注意你的言行举止，那2个字是学生该说的吗？快把奖学金还给沈白芝，要是被学校领导知道，可就不只是还钱那么简单了。你这样的行为是要被记过的。然而到了这个地步，柳如烟仍然梗着脖子不服气。老师，这不公平，凭什么沈白芝有奖学金，我们其他人却没有？大家都交了学费，你们这样的行为真是让人所不齿。辅导员被他这番话气得呼吸急促，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奖学金是给予学习优秀的同学的奖励，你要是想要，就给我好好学习。还有，这些钱是教育部拨下来的，跟你们的学费没有关系。最后，把钱还给沈白芝同学，不然就给你记过家全校通报处理，同时也会报警追回钱款。爸妈离婚后，弟弟意外得知外婆是护圈数1数2的人物，坚决跟了妈妈，我则跟了贫穷的爸爸。怎料弟弟料想中的外婆并没有出现，甚至跟着妈妈住偏僻又差的租房，妈妈还卖烧烤供他读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我因为爸爸傍上金圈公主，衣食无忧，甚至在高考时荣获理科状元，后妈还高兴地培养我当接班人。弟弟极度疯了，在我当上继承人的那一天，他一把将刀捅入我心脏。凭什么你能继承这么大的企业，我只能朝9晚5的当牛马打工人？在这里，我和弟弟重生回到爸妈离婚那天，弟弟迫切拉住爸爸的手，我要跟爸爸。我则安静站在妈妈身边，
他不知道上辈子我在后妈家过得猪狗不如，连佣人都可以吐我唾沫。爸爸傅幼薇惊讶地问父亲：小琴，你要跟我走吗？我知道傅幼薇想带走我，因为妈妈和傅幼薇离婚前，她已经出轨上辈子的后妈赵心妍。而就在半个月前，傅幼薇带我和父亲去游乐园玩，赵心妍带了一众专家，暗中观察我和父亲。有6个专家说我是好苗子，因此赵心妍和傅幼薇领证，就想把我培养成合格而又听话的儿子。所以到赵家第1天，他就把我关进狗笼。小月，你想当我赵心妍的儿子，就先要学会屈服。你把狗粮吃了，我不吃。小月，你不吃，我就不会放你出来。我转头求助躲在赵心妍身后的傅幼薇：爸爸，救救我！然而傅幼薇图赵心妍的权势，根本不敢为我说话，甚至帮他劝服我。小月，你就听妈妈的，你放心，这狗粮对人体无害。她不是我妈妈。看见我如此不听话，赵心妍掐住我的脸：傅月，你想在这家过得好，就必须忘记崔林。如果你完成我的考核，我会允许你改姓赵。就这样，我一直被关在狗笼里。后来因为我不服软，赵心妍让整个赵家成了我的狗笼。她可以让女佣帮我洗澡，可以看我日记，可以让我下跪时背数学公式给她听。佣人可以当面嘲讽我是拖油瓶，可以朝我吐唾沫，可以诬陷我偷东西。在她的驯服下，我逼迫自己成为10项全能的所谓天才。高考成绩出来，我是理科状元，帮赵心妍赚足了面子。或许年岁渐长，或许12年的相处让她对我有了慈母之心。她公开承认我是赵月，并宣布我会是赵氏集团的继承人。既然重生了，我当然要赵心妍和父亲互相折磨。这时妈妈问我：小月，你愿意跟妈妈走吗？愿意。妈妈许诺。小月，我会尽我所能抚养你长大。妈妈，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等一下，傅幼薇冲妈妈喊：崔林，我还没同意呢。妈妈满眼失望地看着她：傅幼薇，你有什么资格选择吗？如果你不是2个孩子的父亲，我一个都不想给你带。孩子跟你能过什么好日子？当着孩子的面，我不想跟你吵架。她吼完傅幼薇，弯腰哄我：小月，你带小青去房间收拾行李好吗？我努力表现出小孩的稚嫩。好的，妈妈。真乖。我转身走到父亲面前，牵住他的手：小青，哥哥带你上楼。父亲冷笑一声：我才没有你这样的哥哥。我装听不见。弟弟，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平静地牵着他爬楼梯，拐弯时，我察觉到他想推我下去，我顺着他的动作栽倒，故意让额头狠狠磕到台阶。妈妈和傅幼薇闻声赶来，妈妈看我额头磕破了，第一时间打了120，而傅幼薇大声责问我：傅月，你怎么能让自己毁容？我知道赵心妍有强迫症，她不会允许赵氏集团继承人毁容，哪怕是在额头留个小疤。妈妈狠狠推开傅幼薇：傅幼薇，小月受伤了，你不关心就算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傅幼薇着急跳脚：你根本就不懂。总之，小月跟我，你别指手画脚。跟不跟你不是你说了算，你等我打个电话。他肯定打电话询问赵心妍意见。不久后，他不屑地回答了一句：既然你愿意养他，那就随便你。妈妈转头继续关心我，被冷落的父亲心里不平衡，对妈妈说：妈妈，哥哥是自己摔倒的，还差点害我摔倒。面对颠倒黑白的父亲，他十分冷淡。知道了。没多久，傅幼薇回来通知妈妈：翠林，我们说好了，以后我带小青，你带傅月。如同上辈子，妈妈把房子让给傅幼薇，只分走50万现金，然后带我去上海租房子，摆摊卖烧烤供我上学。不久后，中考成绩出来，我是中考状元。记者要采访妈妈，妈妈忐忑地问我：小月，妈妈是不是应该换个体面的工作？妈妈，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在我心里你都是伟大的、体面的，因为你是为了我。而且我刚拿到学校给我的20万奖金，我已经选好最优质的私立高中，免学费，每次期末考我得第一，也会有奖金。如果我能成为高考状元，还能拿20万奖金，以后你不用为我的学费操心了。妈妈最终还是开火锅店。开业当天，妈妈推出半价优惠，火锅店十分热闹。突然，西装革履的傅幼薇父子却出现在店里，甚至殷勤地看着我。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傅幼薇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叶，我是爸爸。而父亲急躁地抚平西装褶皱，大喊大叫：傅月，你这个粗人，你知道我这西装多贵吗？碰坏了，你妈把火锅店卖了都赔不起。显然，现在在父亲心里，赵心妍是他唯一的母亲。傅幼薇拽父亲手腕，低声警告：你态度好点，完不成你妈的任务，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父亲这才收敛他高高在上的表情。我问傅幼薇：你有什么事？没什么事，今天你妈妈开业，爸爸来给你们母子俩捧场。我挡在他们面前：不需要。父亲瞬间暴怒，指着我鼻子骂：别给脸不要脸，我和爸进这破火锅店是抬举你们。我不需要你抬举。好了好了，你们是亲兄弟，别吵架了。安抚好父亲，傅幼薇站到我和父亲中间，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小叶，你心妍妈妈特别喜欢你，她想你去家里住住。我忍不住冷笑，看来父亲这几年的表现很垃圾，不然赵心妍能容忍我额头的伤疤，还把我列为候选儿子。傅幼薇尴尬地问我：小叶，你什么意思？能什么意思？我不愿意。傅幼薇，你选择父亲时，我就没有爸爸了，我只有妈妈。小叶，你别太冲动，你心妍妈妈富可敌国，你跟我去赵家生活，肯定会比挤破租房舒坦1万倍。妈妈比金山银山更贵重。傅幼薇开始煽风点火：爸，傅月就是白眼狼，真带他回去，不得把妈妈气出好歹来。算了，妈妈想要好名声，大可去其他省市资助几个中考状元。说着，他鄙夷地瞪我。冲傅月这眼高手低的样，3年后他肯定连1本都考不上。傅幼薇被他说服了。那我们先回酒店。等送走他们，我回头就看到泪流满面的妈妈。小月，谢谢你。妈，你放心，你生我养我
我不会做白眼了啊。妈妈欲言又止地说：“小月，其实妈妈还瞒了一些事，没有告诉你。其实当我和姐姐同时订婚时，姐姐嫁给了糙汉屠夫，而我嫁给村里的小混混。怎料混混后来发了大财，在城里买下了几栋楼，赚的钱任我挥霍。而屠夫身上有诸位，姐姐都不想和他同房，天天和村里的浪子厮混。我劝姐姐好好和屠夫过日子，结果她却看我浑身珠光宝气，直接气红了眼，趁我喝水时用榔头把我敲死了。再睁眼，我们回到没人上门说亲那天。娘，我才不要嫁给风雨，我要嫁给李狗蛋。姐姐说出这番话后，在场所有人都惊了，只有我淡定的喝了口水，因为我知道姐姐也重生了。此时我妈听见姐姐要嫁给李狗蛋，气得直拍大腿。你昨晚吃多了饭，把脑子撑坏了是吧？姐姐赶紧拉着她去了堂屋，说起了悄悄话。妈妈先是震惊，后是不理解，最后居然接受了。就这样，我和姐姐的亲事被定了下来。到了晚上，我看我妈还在床上忙活，劝她早点休息。我不放心你姐姐，趁着我还干得动，多给她做几条喜被。看着床上的红棉被，我随口问了句：“娘，那我的呢？”你都要嫁给全村最富裕的屠夫了，怎么还想剥削我这把老骨头啊？地主都没你心黑。听到这些话，我直接转身走了，没有告诉她今夜有雨，让她去外面收棉花。果然，第二天我就被我妈的哭嚎吵醒了。老天爷啊，我亲闺女要结婚了，这棉花又湿又霉，这可怎么弄啊？不过姐姐却不在意，这几床破被子也拿得出手吗？你要是真有心，就给我整一对金镯子当嫁妆。我妈的哭声马上停了。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是我闺女聪明。昨天风雨给咱家3000块钱彩礼，能买一对40克的金镯子了。我闻言有些不爽，拿着我的彩礼给姐姐李巧买金镯子是吧？这时姐姐看到了刚起床的我，嘲笑道：“睡得跟死猪一样，你们俩天生绝配啊！不像我，我是要嫁给未来首富的。李桃啊，你也只配和屠夫铲着猪食，羡慕我穿金戴银了。”说完，他便扭着小蛮腰去找李狗蛋培养感情了。但我没记错的话，李狗蛋现在还躺在张寡妇的床上呢。1个月后，全村人都围在我家里吃席，只因姐姐向家里提议，我和妹妹一起办吧，这样也好彰显家里的喜气。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李狗蛋没钱办酒席，姐姐为才舔着脸提出要和我一起办。而封家却不一样，后院养着了10几头黑猪，在其他人只能盼着过节吃上一口肉时，封家已经实现了顿顿有肉吃的幸福生活。风雨更是长得雄壮威武，还生了一张俊秀的五官。我不明白姐姐为何如此有眼无珠，但也庆幸她把这么好的人让给我。这时有小孩跑过来偷看我，新娘子好漂亮啊，皮肤比年前那场雪还要白。小姑子掏出一把喜糖，叫他们去别处玩。随后她羡慕地摸着我身上的婚纱，难怪这婚纱要1万块，瞧瞧这上面的花纹，可不得值这么多钱吗？我闻言差点被噎住，直接喷了一身的高渣。这婚纱这么贵，我给弄脏了，你哥不会生气吧？小姑子却笑了，嫂嫂，我哥那个傻子开心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你呢？他早就叫我打听好你的衣服尺寸，这婚纱是托人去城里订的。我心中顿时生出一阵幸福感，只想早日见到我的新郎。这时姐姐也走了过来，她身材姣好，穿上红色婚服把李狗蛋迷得上了头，周围的乡亲们也不停地恭维，把她都捧上天了。然而在我穿着婚纱出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你这一身是婚纱吗？这也太漂亮了。风雨这小子真会疼媳妇，舍得租这么贵的婚纱。姐姐气得咬牙切齿，过来阴阳我。李桃，你可得珍惜点，要是弄坏了，风雨就该退婚了。有人忍不住嘲笑他，你家李狗蛋怎么不给你租一身婚纱呢？是租不起，还是把钱赔给被看光屁股的媳妇了？姐姐闻言气得脸色涨红，愤怒地看向我。要不是我不要这桩婚事，能轮得到你？话音刚落，风雨就走了出来。大姨子，谁说我要娶你啊？他穿着与我相配的白西装，趁着地像电影里的翩翩公子。只见他走到姐姐面前，你快跟我说那人的名字，我叫人去扇他的嘴巴。放着珍珠不娶，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傻子呢。而且我家没有穷到去租婚纱的地步，这婚纱是我买的，李桃拿来烧火我也乐意。一听这婚纱是买的，众人更羡慕了。姐姐只能故作嫌弃，我也没说要嫁你，谁会喜欢一个浑身猪臭味的男人？小姑子却跳出来打他的脸，你别放屁了，我哥为了娶嫂子，已经请人照顾猪好多天了，他还洗没3个肥皂，生怕嫂子嫌弃他呢。这下姐姐彻底没话说了，只能眼红的看着我被挽着风雨的胳膊，一脸幸福的去敬酒。酒席里每道菜里都有肉，而且各有各的做法，简直把我给看呆了。我生怕风雨花钱太多，他却笑着告诉我，只要你开心，什么都值得。然而当酒席开到一半时，张寡妇居然闯进来了。只见张她往姐姐面前一跪，我也不想狗蛋哥闹得难看，只是我可以忍，我肚子里的孩子忍不了。听到这话，姐姐直接气晕了过去。这桩糗事一传百百传千，很快就被全村知道了。我娘怕事情闹得更大，就偷偷把姐姐的金镯子给了张寡妇，让她去把孩子打掉。姐姐听说这回事后，罕见的没有跟娘闹，也没有去找李狗蛋兴师问罪，她像个3从4德的小媳妇，在家里做好饭等李狗蛋回来。这天一大早，小姑子瞧见我娘和姐姐站在门外，问道：“你们来干嘛？”可姐姐却没有搭理她，径直地拉着娘往我屋里走。此时我还在床上，所以有些恼怒。一大早不在自己家守着，来我家里干什么啊？难道张寡妇把你床给霸占了？你心里有怨气，
就来找我了吗？姐姐闻言急了，你这是说的什么胡话？那婊子早就跟别的野男人跑了，李狗蛋是被他给带坏的。说完，他环顾四周，发现风雨没有在房间里，随后他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怜悯。也难怪和一个浑身猪臭的男人在一起，要是我也不让他上床睡觉。你姐今天过来，就是知道你嫁给风雨过得不好，想着给你再找一个好亲事。我闻言懵了，我这日子过得好好的，需要帮我什么啊？原来昨天晚上我脱下身上繁重的婚纱，才发现自己来事了。我瞬间红了脸，怎么办？我好像来事了。风雨也没办法，只好和我相拥而眠。不过我们还是没睡好觉，于是今早风雨主动去堂屋休息，好让我补个觉。此时姐姐还想劝我，你是我亲妹妹，姐姐怎么可能会害你呢？等你嫁给风雨后，只能天天闻着猪臭味了。我闻言故意掀开被子，给她展示我的丝绸睡衣，这可把他们给羡慕坏了。姐姐问我，这衣服就是电影上的那个吗？我点点头，贵的衣服就是有贵的道理，穿在身上跟没穿一样。姐姐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过得比她还要舒坦，她只能拉着娘落荒而逃，临走指责我，李桃，等我家狗蛋发财，你就后悔去吧。我闻言冷笑，他发不发财我不知道，你马上就要开始受罪了。我从小长相奇丑，但智商超群，双胞胎妹妹长相绝美，但学习一塌糊涂。上一世妹妹遇人不淑，未婚先孕，而我靠智商逆袭，成为高考状元，却被妹妹杀害抛尸。重来一世，妹妹绑定了呼唤系统，她用美貌换了我的智商，可她不知道知识已经刻在我的脑子里，无法抹去。她更不知道，因为学习太好，我被同学霸凌，差点死去。我重生回到了刚上高2这年，妹妹柳如烟和爸妈在客厅有说有笑，而我独自在房间对着物理题冥思苦想。这时，柳如烟敲响了我的房门，开始吃力了吗？学吧，学吧，反正你再怎么学也不可能赢得过我。柳如霜，咱们高考拭目以待。什么意思？柳如烟没再理我，而是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的房门。我只得低下头，继续思考那道带电体运动的高考压轴题。以前这种物理大题我10分钟就能解出来，现在竟然用了大半个小时。我不禁想，我的重生到底是上天的眷顾还是劫难？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学习能力的断崖式下降是重生的后遗症，但直到高2的第一次月考，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上一世我作为全校屹立不倒的第1名，这次月考竟然考了年级300多名。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的手在颤抖。这是一个纸团扔到我的脑门上，这个朝我扔纸团的人是陆漫漫，年级第2，长相甜美，家境富裕。扔纸团是他发射的信号，紧接着他会扯着我的头发，将我拉到女厕所，喝厕所水，吃头发，用烟头烫都是家常便饭。最严重的是，上一世高考后，他们拍了我的裸照，四处传播。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曾告发过，但得到的回复是，他爸爸给学校捐了几栋教学楼。这次月考，陆漫漫成了第1名，他没有在霸凌我，而是状似友好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哦，年级第1，这次考得不错嘛，再接再厉。因为成绩倒退，班主任拿我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所有人。柳如霜，常年的年级第1，这次考了300多名，是顾着打扮去了吧？同学们可得引以为戒。同学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将我当成了课间的谈资。你们有没有发现，那只史前霸王龙最近好像变漂亮了很多，真是动春心了吧？靠，你可别说了，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想吐。他们说这些时，我始终低着头，视线落在考试卷上空着的几道物理大题上。这些题我是会做的，只是时间不够。晚上回到家，爸妈和柳如烟已经吃完饭了。我看着饭桌上的残羹冷炙，呼了一口气。客厅里传来柳如烟的声音：妈，你们看，这次月考我考了第1名，有什么奖励啊？真的吗？如烟的脑袋真是开窍了，也不看看你女儿是谁，贵族学校那都是一群废物。奖是该奖励，那我要去吃那家新开的米其林餐厅。不行，柳如烟，最近你是不是胖了？你看看你姐姐，之前跟猪一样，现在都比你瘦了。柳如烟转头看向我，目光带着深深的恨意。我打量着柳如烟，她竟确实变丑了不少。看什么看？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睛？要不是我，你会变漂亮？你这是沾了我的光。我震惊的抬头，柳如烟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好姐姐，听说你月考成绩出来了，这学渣当的还习惯吗？我等着看你高考考0分的那天。我终于察觉出什么，难道柳如烟也跟我一样重生了？我抓着柳如烟的手腕逼问：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柳如烟挣脱手，拍了拍我的脸。好姐姐，我只不过是让你也试试当蠢蛋的滋味。你这张脸是我给你的，你可要好好保护它，哪天花了，那你就一文不值了。我不知道柳如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确定她用自己的美貌换取了我的智商，但我不可能就这样放弃。听说运动能诱发神经新生，我在拼命学习的同时开始拼命运动，我变得越来越瘦，也越来越漂亮，但学习也越来越吃力。与此同时，柳如烟变得丑陋不堪，为了掩盖她的丑，她没日没夜的研究穿着打扮，但她没有变得好看，反而皮肤越来越差。可即使她不学习，每次考试也能稳居第1。我知道她这是利用了我以前的智商优势，可智商也有漏洞。现在才高2，还有很多知识点是以前我没接触过的。如果她不紧跟步伐，最后也会是原地踏步。这天，柳如烟向爸妈炫耀她的学习成绩，我妈一手打掉柳如烟的成绩单。第1名有什么用？还不是给有钱人打工。你这么丑，
我们还怎么指望你嫁给有钱人？我爸越想越气，一巴掌扇在柳如烟的脸上。以前我和你妈投资在你身上是因为你漂亮，你就这样报答我？滚，别搁我眼前碍眼。柳如烟跪在地上求饶，爸，我一定会变好看的，你相信我。我从房间里走出来，跪在地上，佯装柔弱的恳求爸妈。爸妈，你们放过妹妹吧，你们的钱不会打水漂的，你们还有我，我愿意替妹妹嫁给有钱人，我也愿意替她去他们学校上学。柳如烟听到后，第一个反驳，不行，你凭什么替我？就凭你一脸狐妹子相。柳如烟在读的贵族学校师资比重点高中高得多，我要读贵族学校，不只是因为要报复柳如烟，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我必须利用一切我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一个就是取代柳如烟位置。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柳如烟，妹妹，你说什么？爸妈让你进贵族学校是因为你之前长得漂亮，现在你这么丑，那些有钱人还会注意到你吗？难道你想让爸妈的钱都打水漂吗？你怎么能这么自私？爸妈就像从来没有打量过我一样，他们目光从原来的不屑变得金光满目。你姐姐说的对，老子送你进贵族学校就是为了让你勾搭有钱人的，现在你姐姐愿意替你进去，你竟然还不懂感恩。柳如烟，老子告诉你，以前花在你身上的钱，你给我连本带利吐出来，不然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柳如烟没有了利用价值，爸妈弃之如敝履，开始将所有心思放在我的身上。高二第一学期才过去没多久，我如愿代替柳如烟转学到贵族学院，我也见到了这个学校的灵魂人物一姐。她面对面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余光只是不着痕迹轻轻扫过，上一世妹妹就是以高岭之花的姿态赢得了她的注意，我的高傲果然引得一姐侧目。我转身离开的瞬间，一姐拉起我的手，这位同学，你是在找教导处吗？我将手正脱开，冷淡开口，关你屁事。有点意思，我要定了。话别说太早，小心噎死。一杰是挺帅的，但也是真的很傻，对他我完全没兴趣。也就柳如烟这种恋爱脑加妈宝女会为了他未婚先孕。贵族学校是按照权力和金钱划分班级的，一杰在一班，拥有贵族学校最强大的师资，而我在10班。为了能进一班，为了拥有最好的学习资源，我费尽了心思，但还是想不出一个结果。爸妈将我送到贵族学校之后，又立即停掉了柳如烟所有的特长班。我们家现在就指望你姐姐了，你也懂事点。我没想到柳如烟这次竟然不哭不闹，安静地坐在一旁。爸妈看向门口的我，如霜回来了，今天第一天上学还习惯吗？我点点头。他们只是想知道我在学校有没认识有钱的男同学而已，那我就满足他们。有几个男同学和我搭讪，其中有一个是1班的，叫一杰，他竟然对我动手动脚。爸妈激动地站起来，把柳如烟赶走，让我坐到他们身边。什么？一杰？那可是你妹妹之前费尽心思都勾搭不上的人，如霜你可得把握好机会。我点点头，柳如烟的唇抿得紧紧的，眼神中充满愤恨。我知道她喜欢一杰，但她现在不敢大吵大闹，她在忍。我很好奇，她到底能忍多久？我坐到爸妈身边，他们又开始关心我。我们如霜可真懂事，以后你妹妹的特长班就让你去上。看见校花被小混混拖进小树林，我却选择置之不理，只因上一世我好心救了她。结果第二天他却诬陷我是那个施暴者，于是我直接被警察带走，还失去了清北保送资格。残疾的爸爸为证明我清白，带着血书在校花家门口自我了解，最后因证据不足我被放了出来，竟看见校花和真正的施暴者走到了一起。我愤恨地质问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却被施暴者推到路上，被及时的出送。再睁眼，我重生回到了校花被欺负的那晚。别碰我，不然我喊人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只见不远处的小树林里，一个奇装异服的男人正压着一个哭泣的女人。看到这熟悉的画面，我瞬间意识到自己重生了。记得上一世，我冲过去见义勇人，却被校花害得家破人亡。想到这，我赶忙走向另外一边。这次我可绝不会犯傻了。我很快来到了夜市，爸爸正在招呼买烤冷面的客人，我急忙过去帮忙。妈妈在生我时就难产死，爸爸一直没再找个伴。几年前他因救人被砸断了腿，没公司肯要他。为了供我读书，他便每天晚上来摆摊卖烤冷面。看到爸爸忙碌的背影，我忍不住心想：对不起爸爸，上辈子都是我害了您，但这次我会扭转形势，上最好的大学，干最好的工作，让您安享晚年。可事情没有按照我的希望发展。第二天在校门口，柳如烟突然冲过来，狠狠甩了我一巴掌。昨晚你为什么见死不救啊？但我深吸口气，反手给了他一巴掌，他直接被打懵了。你还敢还手？我又不是软柿子，你打我难道就要受着吗？昨天为什么不帮我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会就要上课了，请你不要继续打扰我。说完，我抱紧怀里的书往里面走，柳如烟却一把抢走我的书，扔在地上乱踩。你和他是不是一伙的？你在帮他盯梢是吧？你这种见死不救的可恶恶心人，和他一样该死。我马上推开他，低头捡起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见死不救，毁了我一辈子的清白，你不知道自己错了吗？似乎为了发泄不满，柳如烟直接扑上来抓我的脸，我将他推开，他却再次冲上来。幸好周围的同学及时将我们分开，又叫来了教导主任。教导主任人高马大，同学们都很怕他，他把我们带到了办公室。还有1个月就高考了，你们非要搞得所有人都学不下去是吧？说完，他又看向柳如烟。罗一鸣是被保送了，可你呢？只拿到一个3本院校的艺术资格证，还闹什么？
柳如烟非常委屈。主任，罗一鸣虽然保送了清北，您不能因为这个包庇他啊。他添油加醋地说出了昨晚的事。教导主任有些惊讶。你的意思是，罗一鸣同学发现你被强暴，却置之不理吗？于是你心生不满，今早就在学校门口堵他。柳如烟点头，我马上反驳。首先我没听到求救声，其次就算我听到了，就你是情分，我就是本分。你现在想要道德绑架我，这没道理吧？想到他上一世做的事，我又说，你不会还准备说我是施暴者吧？柳如烟的脸瞬间涨红。你这个人渣，怎么能这么想我啊？不管你怎么生气发火，但没看到的事我不知道，没做过的事我也不会承认。他气得又要掐我，却被教导主任喝止。够了，如果掰扯不清楚，那就报警。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个样子？柳如烟闻言慌了。如果报警，我这辈子就完了。既然你不想报警，那就自行消化吧。高中生时间紧迫，别浪费彼此时间。教导主任点头，对，你决定吧，是报警还是用其他解决方式，全看你。思索半天后，他还是咬牙同意了。好，报警就报警。然而经过一番调查，我顶多算个路人，连目击证人都不算，直接被放了。柳如烟在警局大吼，他一定看到施暴者了，但他见死不救，他应该是帮凶，不能让他走。警察有些无语。罗一鸣只是路过，不是？话没说完就被柳如烟打断了。不要因为他报送了清北，就觉得他是个好人，他说不定还准备联合施暴者，轮流对我施暴呢。你想多了，这里是警察局，不能随便诬陷别人。根据你们的证词，这件事与罗一鸣同学无关，除非你有其他证据。我看到他往我这瞟了，他一定看到了。我闻言冷笑，大晚上的，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呢？你有亲人眼吗？你一定看到了，你是帮凶，帮凶。这下警察彻底没耐心了。都别说了，罗一鸣可以走了，柳如烟留下来继续调查。柳如烟闻言很不乐意，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你们看我一个女孩没家世，没背景，很好欺负是吧？她当时明明看到我被强迫，还一走了之，就是故意让我受辱。警察见状很无奈。柳如烟同学，你最好赶紧起来，不然你这样算妨碍公务，后果很严重。一听这个，柳如烟急忙站起来。我只是气糊涂了，没有要妨碍你们的意思。最后我独自离开，只留柳如烟继续接受调查。然而一天后，柳如烟却带着警察闯进了学校。我看到他过来，当场愣住，莫非他又要演戏了吗？果然，他指着我大喊：“警察同志，他就是罗一鸣，前天晚上强迫我的人。”昨天你的供词是我只是经过，今天怎么成了我是施暴者了？是你要挟我，让我那么说的。说完，柳如烟看向一旁的警察，快把他给抓起来。然而就在警察准备铐住我时，教导主任冲了出来。昨天我也在警局，柳如烟当时明明说施暴者另有其人，今天怎么变了？而且你们凭什么抓人呢？如果让其他同学和家长误会怎么办啊？警察也犹豫了。我们也是公事公办，还请老师理解。这时我站了出来。我们不妨碍你们公事公办，但我是保送清北的学生罗一鸣。我国刑法第236条中说，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凭什么放弃大好年华去强迫她？说完，我又看向柳如烟。你是校花没错，但根本没长在我审美上，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他感觉自己被羞辱了，恶狠狠地看着我。众人瞬间议论起来。对啊，好像柳如烟还喜欢过罗一鸣，但罗一鸣只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就是学霸们最看不上喜欢描眉画眼的艺术生了。柳如烟还想带节奏。同学们，不要被罗一鸣给欺骗了。我们俩一个小区，他经常在放学路上和我说话，还给我带早餐。可是我不喜欢他，他抹不开面子，才鬼迷心窍对我施暴。你说我给你带早餐，那证据呢？现在当着所有老师和警察的面，你最好说清楚。说完，我又看向警察。我可以回去配合调查，但今天的事我会全部发到网上。原来昨天我就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把这事情发了上去，下面还附上几张柳如烟和男同学牵手的照片。得到警察的同意后，我坐上了警车。这一次，我不会再被诬陷了。舍友可以选择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心声。上辈子，他为了营造单纯小白花人设，竟靠心声造谣来拉踩我，使我无故被唾弃鄙夷，甚至被混混纠缠凌辱致死。重活一事，我绑定了心声修改系统。于是，在班会上，舍友故作担忧地发出心声：芳芳又去做陪酒女了，可她这样是不对的呀。而我冷笑一声，将众人听到的话修改为：感觉又痒痒了，干脆今晚去跳脱衣舞吧。在睁眼时，我回到了刚入学的时候。我坐在寝室桌前，有些茫然。就在这时，宿舍门被推开了，柳如烟推着行李箱走进来，朝我露出单纯的笑容。你好呀，你是芳芳吗？我叫柳如烟，以后我们就是舍友啦。看着笑容甜美的柳如烟，我心中止不住的愤怒，自然不想搭理她。结果在深夜睡觉的时候，我忽然被柳如烟怒气冲冲的声音吓醒。死装货！于芳芳这个贱人，要不是为了夺她的气运，谁稀罕跟她一起，还白谱上了。这时我愣住了，突然意识到这是柳如烟的心声，她不停歇的心声不断涌入我的耳中，无非就是些辱骂诅咒我的话。听到这，我坐起来看着她，感受到我的视线，柳如烟也坐起来，语气柔和，笑盈盈的。怎么了，芳芳？是睡不着吗？她的心声则是充满厌烦。贱女人看什么看？烦死了！看着她心口不一的模样，我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又躺了下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重生了，可柳如烟如果继续如同前世那般利用她的心声作祟，难道要我见到一个人就抓着她说柳如烟的心声是假的，你们都别信？这也太不现实了。
了，我拧眉思索解决方法。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检测到气运掠夺者，系统扫描到其特殊能力为可使任意人听到自己的心声。机械音停顿几秒，系统将根据掠夺者能力做出调整。滴，修改系统已定制完成，绑定中。我还没反应过来情况，脑海中的声音再次传出。滴，绑定成功。我咽了口口水，试探着在脑中开口：“你是系统气运掠夺者是柳如烟？”是的。修改系统怎么用？您可以使用本系统任意修改他人耳中听到的柳如烟的心声，并且柳如烟的心声宿主都能听到。我眼前一亮，这真是想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一想到死前的痛苦与死后的惨状，我神情冷然。一个针对柳如烟的复仇计划逐渐成型。几天后，柳如烟笑盈盈地跟我聊着最近遇到的趣事。如果不是我有前世的记忆，我都要怀疑我和她真是一对亲密的好朋友。想到这，我冷脸推开柳如烟，打算激她一把。你天天黏着我，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吗？柳如烟脸僵了一瞬，随即无助地站在一旁，满脸委屈。芳芳，我只是想跟你做好朋友。这可怜的模样简直让人无比动容。如果不是她心中激烈的情绪传入我耳中，我也许真的会心软。贱人，以为老娘爱跟你待在一起吗？等我夺了你的气运就弄死你。等今天之后大家对你避之不及，你就知道主动缠着我了。听到这，我假装略带歉意地拍拍她的手。对不起啊，柳如烟，我这几天有些心烦，刚刚对你态度不太好。没事的，芳芳，你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呀，我可以安慰你的。柳如烟面上依旧善解人意，心中却是恶意满满。心烦，以后你烦心的时候还多着呢，等着吧。她望向我的双眸闪亮，像是真的希望可以安慰到我。若是不知道柳如烟的为人，怕是真的会被哄骗到。我淡淡一笑，转移了话题。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班会了，我们先走吧。几个小时后，班会即将结束，此时的人们有些喧闹。就在这时，柳如烟的心声响起：“芳芳今晚又要去做陪酒女了，可她这样是不对的呀。”她叹口气：“哎，好苦恼。她要是被导员发现了该怎么办？”在柳如烟心声出现的一瞬间，修改系统发挥作用。我冷笑着将众人听到的话修改为：“感觉又痒痒了，干脆今晚去跳脱衣舞吧。”吵闹的人群一瞬间安静下来，霎时不少人的异样目光朝这里看来。柳如烟只当那些令人不适的眼神都是看向我的，她撑着下巴，眨巴眼睛，再次向周围人群传达心声：芳芳喜欢班长男朋友的事情，要不要告诉班长呢？哎，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该帮谁啊？我抽了抽嘴角，真敢编啊！我连班长有对象这件事都不知道。既然如此，就让柳如烟自食恶果吧。心中默念修改系统，我再次修改了众人耳中的内容。班长这个骚货，居然敢打扮得比我还好看。哎，对了，他对象好像长得还不错，可以勾搭看看。班长的脸色瞬间铁青，不少视线在我们和班长之间来回游离。我故作茫然地凑到柳如烟耳边，我怎么觉得大家都在看我们呢？柳如烟脸上止不住地浮出一丝笑容，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你太敏感了，别想太多。他随口安抚我。此时不少人因为想听八卦而聚在一起，并没有离开教室。导员来了，都聚在这里做什么呢？没事就回去吧。只见柳如烟飞快瞥我一眼，然后我知道她心里又有坏主意了。果不其然，她心声再次响起：导员怎么来了？可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芳芳在背后骂他老巫婆的事。然而经过我的加工，传到大家耳中的话已经变成了：导员这个老东西，整天就知道没事找事，看了就烦。听到这些话，导员面色发黑，他环视一圈，却没看到有人张嘴。柳如烟心中还在滔滔不绝地输出，意识到骂自己的人是柳如烟后，导员沉下脸色。可这偏偏是心声，他还不能直接训斥柳如烟，因此导员的表情不太好看。班会结束了，大家都别停留了，都回去吧。听到这话，班长带头离开，走前狠狠地瞪了柳如烟一眼。这柳如烟还以为班长是在对我表达不满，心中的幸灾乐祸简直要溢出来。然后导员也冷冷看了柳如烟的方向一眼，丢下一句：少在学校惹事。此时导员的话也自然地被柳如烟当成是对我说的，而他此时没有开放给外人的心声，也因为情绪激动而被我尽收耳底。太好了，这群人现在肯定对于芳芳印象很差。于芳芳，你准备被万人嫌吧？剩下还没离开的同学有不少还在窃窃私语，看热闹的眼神不停歇地落在我们身边。而回宿舍之后，只见柳如烟献宝般的送给我一瓶面霜，我笑着接过来，随手将她送的面霜放在一旁，拿起自己的护肤品正准备使用。检测到有害成分。听到这话，我连忙放下手，然后拿起柳如烟送我的面霜。这瓶面霜里有毒。除了这瓶面霜，宿主您其他的护肤品也被投放了有害成分，长期使用会导致烂脸。气死我了，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可我若是突然更换护肤品，肯定会引起柳如烟的怀疑。冷静了片刻，我询问系统，能将这些有害的东西转移到柳如烟的精华液里去吗？可以。得到答复的我非常惊喜，没想到这个系统如此万能。看来他往面霜里面放的东西确实很刺激啊。柳如烟被绑匪绑架后，绑匪让我在她和大学同学之间2选1，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柳如烟。孟子舟则被绑匪丢进海里，丢掉了性命。没多久，柳如烟跟我结婚，
掌控了我家产业。他却开着游艇带我去了公海，亲手将我推了下去。父亲，我最爱的人其实是孟子舟，现在因为你，他已经失去了生命，只有你死了，他的亡魂才能安息。在睁眼，我回到了绑匪让2选1的时候。老子今天左右是个死，死也要死得痛快。今儿我就跟你们有钱人玩个游戏，他们2个你只能选一个，你选谁？前世我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柳如烟，这一世我在心中冷笑，选？为什么要选？2个一起丢进海里，不是清静得很？绑匪似乎被我的眼神激怒了，冷嘲一笑：“你到底选不选？你不选，我就替你选了。”说着伸手就要去推孟子舟，柳如烟疯狂地大喊道：“不要，不要碰子舟！你们有什么就冲我来！”我忍着恶心对柳如烟说道：“别担心，我会救你的。”柳如烟猛地转头，死死地盯着我。父亲，你听好了，我命令你一定要救子舟。如果你敢放弃救子舟，我跟你没完！我会发动柳家全部的力量对付你们傅家。我故意反问他：“你为了他要对我们傅家出手？”柳家人皆是脸色大变，傅家人瞬间脸色难看，孟子舟则感动得眼眶泛红。如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绑匪暴躁地看着我：“快选，只给你一次机会，再不选我！”柳如烟冲我大喊：“选子舟！”如烟，你这么坚定的不想让孟同学出事，那么我就选孟同学，你快放了他吧。柳如烟温柔地看向孟子舟：“别担心，不会有事的，我会保护你。”孟子舟正想说什么，绑匪一脚直接踹在了柳如烟的腰上，柳如烟整个人从悬崖上掉了下去。我立刻喊人抓住绑匪，派人下水救柳如烟。12月的海水冰冷，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救人，显然是不容易的。但这一世救柳如烟的救援队一共用了4个小时。4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去了医院。我看着脸色惨白的柳如烟，唇角微扬。她既然对孟子舟深情不悔，我何苦做坏人？急救室外，刘母直接冲到我面前：“你为什么没有救如烟？为什么要去救跟你们关系都不亲近的人？”柳夫人，是柳如烟要求我救孟子舟的。她当时说，如果我不救孟子舟，会倾尽柳家之力对傅家重创。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柳夫人一噎：“你也不能任由他任性。那么冷的海水，那么高的距离，如烟她怎么受得住？”我看着柳夫人，想到前世我选了柳如烟。回来之后，他依旧是不无责备的姿态。那位孟同学够可怜的，因为你遭受了无妄之灾，以后你要好好对他。无妄之灾？他明明是被柳如烟连累的，与我何干？这次我如了他们的愿，救了孟子舟，我依旧是恶人。怎么？柳夫人的意思是我儿子千辛万苦的带着人去救你女儿，我们还错了，被你女儿威胁，我们听也错，不听也错。柳夫人觉得怎么做合适？我父亲这个时候走了过来，他对柳夫人没有那么客气，声音冷了几度。柳如烟的父亲也走了过来。老傅，如烟妈是太心疼孩子，说话没有分寸，你别往心里去。如烟那孩子也是一着急说话没有分寸，柳家和傅家是永远的合作伙伴，不会有他说的那种情况发生，你放心。我傅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在悬崖边站了几个小时，拼命找人跑了几个小时，连口水都没喝，回来后他就吓人，你们不领情就算了，出口就是数落，难不成我们救人还就错了？爸，算了，柳伯母也不是故意的，她只是心疼如烟而已。我们走吧，别耽误柳伯母和柳伯父。我爸叹了口气：“你呀，就是性子太软了。”柳伯父满意的看了看我，对我这种识大体的行为甚是欣慰。父亲，今天是谢谢你，你为如烟做的一切，伯父都记在心里。对，父亲，你别走了，如烟还需要你，你跟我们一起。刘母的等字还没有出口，我爸已经拉着我往后退了几步。父亲已经忙了整整1天，他累了。如烟这边有你们就够了。傅家已经把最顶尖的医疗团队派出来，这里暂时用不上父亲，我们先走了。回到家，我将整个人泡在舒服的浴缸里，整个人的神经都放缓了。从这天起，我开启了度假模式，没事的时候就在花房里看看书，和3两好友约了出国旅行，一走就是3、4个月。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柳如烟的消息，是一个医院的朋友带的。父亲，你和柳如烟没在一起吧？柳如烟为了救孟子舟连命都不要，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怎么能去毁人姻缘？朋友明显松了一口气。父亲，柳如烟因为在水里冻的时间太久，乳房被切除了，而且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我强忍着没笑出来，原来上天给她的礼物这么大。我们正说着话，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门前走过去。孟子舟，他来这里做什么？孟子舟去了 VIP 包房。我刚好在角落里看到柳如烟将一个小袋子塞进孟子舟手里，把这包要下到父亲的酒里。如烟，你想跟他？柳如烟整个人靠在孟子舟怀里。子舟，我那么喜欢你，怎么会跟别的男人？你放心，我会找其他女人，然后拍下视频。傅家是有头有脸，容不得出现这种桃色新闻，到时候父亲就会受我们掌控。孟子舟狠狠地松了一口气。我就知道，如烟你不会抛弃我。父亲除了出身比我好，其他根本没有办法跟我比。最主要，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子舟，我知道，所以当初我才会义无反顾地决定救你，哪怕牺牲了我自己的。柳如烟顿了顿，她没有往下说，毕竟她真正受到伤害的位置不能跟别人说，但她眸子里的恨意却是几乎遮掩不住。子舟，我还是会嫁给父亲，但是你放心，我嫁给他只是为了得到傅家的助力。等我真正的控制了柳家和傅家，到时候我会弄死所有人，然后我们结婚，你才是我唯一的男人。没关系的，你跟父亲结婚，我也依旧爱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爱你，只要你别忘了我就好。我站在门前，唇角勾着冷冽的笑容。他们2个为了自己的富贵，竟然把我算计得如此体无完肤，那我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3天后，我接到了大学班长的电话。父亲，咱们已经很久没见了，这周末同学聚会，你来吗？
这个周末我时间说不太好。那真是太可惜了，你这次同学聚会来的人还不少，大家都挺想你的。不过你要是来不了也没事儿，赶你有时间咱们小聚一下。很快，私家侦探传回来的照片里有孟子舟满脸焦急的给柳如烟打电话的样子。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不去的消息了，但我怎么可能真的不去呢？转眼到了聚会当天，我突然又在群里艾特了一下班长。老同学们，我这边忙完了，现在就往过赶，可能会迟到一会儿，但人一定到。班长立刻高兴的回复：那太好了，我们等你。我应声，然后打开手机看着私家侦探同步发过来的照片。孟子舟似乎是接到了群里面的信息，整个人脸色兴奋的涨红，跑出去给柳如烟打了电话，还递给服务生一包东西。计划终于要开始了。在恐怖游戏里觉醒了超绝钝感力异能后，我无痛隐藏玩家身份，所以当诡异逼我吃腐肉时，我把腐肉当成5仁月饼大嚼特嚼。当诡异老板让我出项目方案，等我失败时，我直接扔出3个，怎料同事却在死前拉我垫背。那个柳如烟，他也是玩家，你怎么不杀他？我怒骂一声，卧槽，这狗贼竟然暴露我身份，变成诡异的老板瞬间暴怒。他怎么可能是玩家？他1天内可以写出3版完美方案，他明明是我的好员工。是的，我是卷狗，还是个尽职爱业的好牛马。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进入了恐怖游戏，所以当同事们惊恐万分，在完全封闭的办公楼里四处逃窜时，我正兢兢业业地润色第10个版本的 PPT。直播间的观众也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点评。这届玩家不行啊，异能觉醒者都没几个，要废了。是呀，好像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会控火的光头了吧？但他似乎是新人，还有坐在工位上那个应该是怎么回事？吓得站不起来。而变成诡异的老板歪着断头，笑嘻嘻地走过每个工位。谁在摸鱼啊？嘿嘿嘿，谁在摸鱼啊？光头同事自恃有异能，直接趁火向老板烧来。下一秒，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光头的鲜血喷了一地。职场副本目前存活11人，今日死亡5人，今晚是平安夜。我自信迎上诡异老板阴恻恻的目光。老板，这是我为本次项目制作的方案，目前有3个版本，请您过目。试图逃走的，试图反抗的，都嘎了。只有待在工位上的人暂时幸免于难，而我是唯一一个镇定自若，还上交了3个版本方案的3好员工。断头老板明显愣了一下，因为他没想到真的有人能热爱工作到这个程度，简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在我眼中，断头老板只是落枕了，被他杀死的同事只是被开除了。断头老板翻开我的方案，以挑剔的目光审视起来。我忽然心里有些发毛，不是怕方案不好，而是怕方案太好。以前如果我的方案很好，就可能被老板拿给自己的某个亲戚。果然，老板一眨不眨地盯住我。柳如烟，刚刚死了那么多人，你的衣服都溅上血了，你为什么不害怕？断头的老板，满地的死尸，我只要稍微变了脸色，就可能暴露玩家身份，惨遭屠杀。老板的舌头卷来卷去，似乎在期待我的味道。但他的这番话，在异能超绝钝感力的作用下，变成了：柳如烟，刚刚裁员那么多人，你隔壁工位的同事都被裁了，你难道不担心自己被裁员吗？我柳如烟热爱公司，100%认真对待每一次工作。对我而言，公司就是我家，老板就是我家人。我相信老板不会让我离开这个大家庭的。断头老板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瞬，接着他把目光放在了我的项目方案上。直播间的观众这下是真替我捏了把汗。妈呀 ，boss 都不笑了，柳如烟要遭。他耷拉在脖子上的脑壳都白正了，该不是方案太烂，把他气着了吧？好紧张啊，我不敢看了。柳如烟人头不保。而此时断头老板有点小脑萎缩了，恐怖游戏降临，同一批的玩家都吓尿了裤子，而我不但保持了绝对的冷静，还完美的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断头老板扭曲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丝欣慰。不错，再接再厉。身为员工，就是应该眼里有活，能为老板分忧是我的荣幸。第二天清晨，我走进了公司大门，因为昨天白天死过人，所以昨晚是平安夜，所有幸存者都待在员工宿舍里顺利活过了夜晚。我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没有察觉到周围有几个同事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目光。如果 boss 白天没吃上人肉，晚上就会随机杀人。这个柳如烟真的好淡定，就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过恐怖副本一样。有没有人要压他赢？楼上还是太年轻，他锋芒太盛，哪怕自己能完成任务，被人暗害了也是白瞎。毕竟谁也不想自己晚上被 boss 随机抽中。旁边好几个玩家一直在悄悄打量他，可能是想对他下手吧。早上9点，断头老板出现在办公室里。我们的团队在上一个项目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今天我们会举办庆功宴。他目光投在我身上，鲜红的嘴角裂到耳根。对了，昨天有一位同事完美的完成了我布置的任务，柳如烟，这是给你的奖励。他的手上赫然躺着一块腥臭的腐肉，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几条眼熟的布片。你会喜欢的吧？我真不敢看了，这玩意儿谁能面不改色的接过来？这肉都烂了，上面还有蛆，就算没那么害怕，正常人也会生理性干呕吧？柳如烟好惨，明明超额完成了任务，结果还被 boss 对了，为啥？说不定对于诡异而言，这种东西就是奖励，但对玩家就不一定了。反正这局柳如烟必死。看到这一幕，玩家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他们不知道，在异能超绝钝感力的作用下，我眼中老板手上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腐肉，而是5仁月饼。这都得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说着，我当场咬下一大口，而诡异似乎更加坚定地认为我不是玩家，看我的眼神中多出许多信赖。而我吃着月饼，
看向幸灾乐祸的同事。这个月饼很好吃，这里还有很多，你们要不要来点？之前还在看乐子的同事们脸色煞白，拼命抑制想吐的欲望。断头老板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其中一个人面前。你好像对我的奖励有不满啊，西西，这可不是公司的好员工。这个人似乎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愤怒地咆哮起来。那个柳如烟，她也是玩家，你怎么不杀她？你凭什么不杀她？断头老板又转回了我这边，而此时我已经戴上了耳塞，十分投入地工作了起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我卷王柳如烟的座右铭。柳如烟是我的好员工，是1天内能交给我3份方案的优秀员工，而你污蔑同事，产能低下，你是玩家啊！下一秒，男玩家的头空声落地。职场副本目前存活5人，今日死亡1人。于是这几天，柳如烟这个名字在热搜上霸榜了，比如柳如烟什么来头，柳如烟卷王之王，这个副本的直播间更是空前火爆。已经开始有观众猜测我是不是觉醒了什么隐藏款的异能。我赌2毛，这个柳如烟绝对有异能，只是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楼上2毛还是自己留着买厕纸吧。柳如烟有没有异能，应该有人已经知道了。别卖关子，快讲快讲。这组玩家里面有个小白脸叫父亲，我之前看过他玩其他副本，这个人的能力很恐怖，叫绝对推演，能看破副本的隐藏规则和别人的异能。对，我也知道他是正儿八经的老玩家，路子很邪。副本里，我和剩余4个玩家已经坐到了饭局上，趁着老板们还没到场，我身边白白净净的青年拉了拉我的衣袖。姐，老板刚刚给你的啥啊？我看你吃的好香。是5仁月饼啊。父亲露出一个腼腆秀气的笑容。姐，看来老板很重视你啊。我叫父亲，以后多担待。这有啥？咱们老板不是总喜欢发这些东西吗？我刚准备夹菜，父亲在桌子底下抓住了我的胳膊。别吃，这菜不对劲。我家条件不好，只能供得起一个人上大学。前世弟弟抢走了这个机会，而我只能南下打工。后来弟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却意外得到厂长的赏识，甚至娶了厂长千金，实现了阶级跨越。为此，弟弟对我怀恨在心，在我结婚当天将我从酒店顶楼推下。再睁眼，我们双双回到了高考结束这天。你们想好了没有？到底谁去上大学？面对妈妈的询问，弟弟张赖抢先开了口：妈，还是让哥哥去上大学吧。妈妈一听急了，把他拉到身边提醒：你这孩子，想清楚再回答。我不知道最后张赖是如何说服妈妈的，只知道这次上大学的机会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如前世一样，成绩比张赖高出了180分，但是他却趁我不注意更改了我的志愿，让我不得不上他前世的那所2流大学。我知道他是想让我也跟他一样，被舍友排挤，被女友抛弃。临行前，张赖找到我，嘚瑟道：哥哥，这一次就让我替你走向人生巅峰吧。看他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在心里冷笑。我的好弟弟，巅峰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爬上去，你真以为凭点小聪明就能跟我交换命运？大学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姿多彩，只是舍友不好相处。张赖没有预料错，本地人顾宇对我这个贫穷外地人的排挤体现的淋漓尽致。不过那也没关系，原本我就是来上学的，又不是来交朋友的。许是我的冷淡惹怒了他，他开始变本加厉的欺负我。这天我刚把洗好的床单拿出去晾晒，一开门就跟顾宇这样的来，床单和脸盆全扣在了他身上。快拿开，你这个土鳖，别让你的脏东西碰我！我被撞得坐在地上半天没反应过来，见我没反应，顾宇更生气了，直接把买来的麻辣烫泼到了我身上。我躲闪不及，滚烫的麻辣烫呼了我一身。顾宇看着我这副狼狈的样子，心情大好：土鳖，没吃过麻辣烫吧？这份就算我请你的。说完，他得意的转身离开。我艰难的爬起身，用手把粘在衣服上的面条菜叶剥落，头顶响起一道声音：给你。我抬头才发现一个胖胖的男生站在我面前，是我们同班同学刘畅。他手里端着我刚洒落的床单和脸盆。因为体重的原因，刘畅经常被顾宇带人嘲讽。前世刘畅因此患上抑郁症，最后退学自杀。其实刘畅的五官很好看，只是肥胖导致他的轮廓不太清晰。我伸手接过脸盆，点头道谢：谢谢你。他愣了愣，微不可微地冲我点点头，嘴角带着一丝颤抖的微笑。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一点小小的善意，就能成为拯救别人的一束光。所以这一世，我不但要成为自己的光，也要照亮黑暗中的他。许是我的目光让他有些忐忑，他抬起头来悄悄地打量我，我顶着一身的狼狈，有些滑稽地动了动鼻子。你别说，这麻辣烫闻着还挺香。他的眼睛弯了弯，笑意在我们2人之间蔓延。刘畅成为了我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他在我的鼓励下开始控制饮食，增加训练。与此同时，我在学校也渐渐崭露头角。我们的改变当然会引起顾宇的不满，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天我和刘畅刚结束慢跑，回到宿舍，就看到顾宇带着几个小跟班堵在了宿舍门口。一见到我，他们就冲上来，把我推到顾宇身前。张吉，你为什么要拿我奶奶的观音玉坠？那可是我奶奶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你把它还给我吧。只要你还给我，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顾宇的演技不错，一番操作下来，引得在场的围观同学一阵唏嘘。我看着他，冷笑开口：顾宇，我为什么要偷你的玉坠？你有证据吗？旁边的小跟班不屑开口：因为你穷啊，谁不知道你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我在心里冷笑，人们总是会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只是我向来节俭，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连饭都吃不起的人。顾宇看我没在说话，便开始添油加醋：张吉，如果你真的没钱，我可以借给你啊，只是那个观音玉坠对我很重要，你把它还给我吧。顾宇，你跟他废什么话，磨磨唧唧的，他要是不给，我们就搜，我就不信他这么快就能销货。他们边说边开始搜查我的床铺和衣柜，我的嘴角偷偷勾起一丝微笑。好戏开场了。
片刻后，一个男生举着从我枕头下翻出来的玉坠，喊道：“找到了！”所有人都在等我的反应。我不卑不亢地开口：“不是我放的。”许是我淡定的样子惹怒了顾宇，他突然站起身朝我的胸口砸了一拳。你还敢狡辩？我的胸口被砸得闷疼，顾宇眼里闪过一丝得意。报警，告知辅导员吧。其他人也附和。对，证据确凿，他还敢嘴硬，报警，把他抓起来。气氛终于达到了高潮。我看到刘畅担忧地站在人群中，偷偷冲他眨了眨眼。没过多久，警察同志和校方领导都来了。顾宇带着委屈地把事情原委重复了一遍。警察同志开口却是先问我：“你这胸口怎么了？”顾宇抢着开口：“是我打的。”他不承认自己偷东西，我气不过。顾宇以为这样就能遮掩过去，但没想到警察同志根本不吃这套。事情还没调查清楚，怎么可以随便打人？顾宇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怎么没调查清楚？人证物证都在，你们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警察同志严肃的语气吓得顾宇一下子噤了声。警察同志又转头问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坚定的开口：“警察叔叔，我没有偷东西，我有证据。”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我身上。我直视着顾宇慌乱的脸，一字一句开口：“我的床上放了一个微型摄像头，正对着我的床铺，玉坠是谁放的，一看便知。”什么？顾宇没想到会反转，脸一下子就白了。警察同志一看他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转头鼓励我：“那把监控视频拿出来吧。”我没有直接拿出监控，而是故作疑惑的开口：“警察叔叔，我想问一下，故意诬陷、诽谤和伤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警察同志看了顾宇一眼，开口解答：“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顾宇在警察一字一句的回答下，逐渐站立不稳，瘫坐在床上。现在局面完全调转，警察同志看着我手机里的视频，眉头紧皱。视频上清楚的看到，是顾宇偷偷把玉坠放在我的枕头下，在诬陷诽谤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当场放话开除顾宇学籍，永不录用。至此，这场好戏终于完成了闭环。这一世，只要顾宇不在，刘畅就不会再被霸凌，也不会再有人死去。张爱在得到消息后给我打电话，咆哮：“张杰，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能让顾宇栽在你的手里？”看来工厂里的生活把他折磨得不轻。我等话筒中的声音平静下来，才开口：“张赖，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你就好好的享受你的工厂生活吧。”没了顾宇的阻碍，我更加刻苦学习。在我的带领下，刘畅的成绩也突飞猛进。更惊喜的是，他瘦下来的样子简直脱胎换骨。我为他开通了一个自媒体账号，引得无数人鼓励和追捧。而张赖也终于发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前夫总是早出晚归，也从来不上交工资。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啊？”怎料他却说自己是在恐怖游戏里当 boss， 工资是以年度结算。但我根本不信。如果你真是什么大 boss， 那就是个大怪物，跟我结婚干嘛啊？闺蜜也提醒我，让我找个机会确认一下。于是那天晚上，我将她按在床上。父亲，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结婚2年了，你如果还把我当傻子，那我们就离婚。但他只是敷衍道：“老婆，我真没有骗你，不信你摸我的心看看。”后来在我妈生日时，他竟然又一次玩失踪。这下我妈跟闺蜜都受不了，带着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这时前夫突然稳住了我：“老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很快我就明白他说的总有一天是指什么了。这天我正在跟老板汇报工作，忽然眼前一黑，在睁眼，我竟闯入了一个恐怖游戏副本。一阵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耳边响起：“欢迎玩家进入爱丁堡恐怖山庄场景。任务：追寻数年前在豪宅内集体消失的探险团队，并揭开当年不为人知的秘密事件。任务难度等级 SSS 级。游戏即将启动，请玩家做好心理准备。”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化，一座古老的欧式建筑逐渐显现，四周被迷雾笼罩。我身后又出现了2个人，其中一个体育生很害怕：“妈呀，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刚才有个声音说我们进了恐怖游戏副本吗？”另一位身穿民国军阀服装的青年也破口大骂：“这谁搞的恶作剧啊？我还有个龙套要演呢，我还等着这场戏交房租呢，要是不拍了，房东一定会杀死我。”我们3人开始四处走动，机械音再次提醒：恐怖游戏中的迷雾会限制玩家的行动范围，如有玩家尝试逃离，迷雾中的怪物便会将其撕裂吞噬。所以我们如果被迷雾笼罩，就一定会死吗？没错，按照游戏规则，你们如果进去了，就会马上死去。我突然想起，我前夫父亲也这样说过，看来他真的没有骗我。这时龙套男突然大喊：“你们快看，那个怪物在吃东西！”只见到迷雾中果然有只怪兽在啃着手臂，我们都吓懵了，一动不敢动。突然，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女人走了出来：“你们愣着干嘛？先去庄园啊！不进去，你们会死得更快。”说完，她便带着我们往里面走，豪宅的大门也跟着敞开，巨大的光束照在了我们身上。我们必须完成任务，破解这个副本，才能安全离开这里。女人说她是老玩家，很懂这里的规则的。大姐，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当然是赶紧进豪宅副本啊！我也想看看父亲在不在里面，就紧跟着老玩家进了古堡。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弹幕也开始滚动。SSS 级别的爱丁堡恐怖山庄副本，据说这个副本死过不少人的。你们看，这里竟然有3个新人，他们是来送人头的吧？那个女玩家好像并不害怕，
他像是想找到什么啊？该不会是扮猪吃老虎的顶级玩家吧？但我们看不到这些，还在紧张地探索古堡。进入宴会厅后，我发现这里的空间比看起来大，显然是为了豪门盛宴准备的。在大厅尽头有个柜子，上面摆着大小不一的陶瓷玩偶，看起来个怀心事。此时体育生已经变成了小娇妻，紧紧躲在我们后面，我却很好看，朝那些陶瓷玩偶走了过去，想仔细看看。突然，我们头顶上传来一声焦急的呼唤：“你们干什么呢？快点过来，不然你们想死啊！”他话音刚落，豪宅内就开始钟声轰鸣，我也产生了一股危机感，拉着体育生就跑向楼梯。终于在钟声停止前，我们成功抵达了2楼。只见一位精英玩家正站在那里，对着我们点头微笑。下一秒，整个豪宅瞬间变得灯火辉煌，1楼宴会厅也出现无数舞者，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体育生惊了，我的妈呀，这什么情况？精英玩家和他解释，每晚的钟声敲响之前，玩家必须来到这里，否则一定会被惩罚的。豪宅大门突然再次打开，一位少年走了进来，他看起来像新玩家，满脸都是困惑。这时一位风情万种的女子走向新玩家，给他递了一杯酒。少年有些羞涩，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女子却温柔一笑，搂着他的腰进入了舞池。然而随着舞曲节奏加快，女人突然变成了一朵巨型的食人花，张嘴把少年吞了下去。我跟体育生都看傻了。精英玩家调侃我们，这游戏真正恐怖的地方还没到呢，我看你们还是小心点，别跟那个新手一样。完了，这个副本最恐怖的大 boss 来了。只见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走入宴会厅，透露着一丝难以捉摸的阴郁气质。我突然愣住了，因为这人真的很像我前夫。体育生忍不住感慨，长真帅，怎么可能是 boss 啊？然而他刚说完，那大 boss 就抬起了头，其他几个老玩家立马捂住了他的嘴巴，让他不要再说话。而我却更震惊了，因为这眼神分明就是我前夫父亲。此时弹幕也沸腾了，大 boss 真的出来啦！他这是想迅速干掉所有玩家吗？那体育生还敢说话，不知道大 boss 残暴无情的样子有多吓人吧？默默的给这些玩家们祷告，希望他们多活一段时间。而我们为了躲避大 boss， 进入了一个储物室里。体育生有些愧疚，对不起，刚才我差点害大家暴露给怪物。精英玩家见状安慰他，在这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过按照游戏规定，现在 boss 不会立刻上楼的。那他什么时候上楼？我也不知道，反正按照规则，一旦 boss 出现，大家必须想办法藏起来，否则被发现就会死。不过天亮的话 boss 不会吃人。随后精英玩家开始给我们介绍规则，这些怪物都未怕光，每到夜幕降临就会苏醒，在别墅的1楼里聚集。这段时间我们谁也不能去打扰怪物，否则他们的惊悚值升高，那我们就都要被吃了。这里还是太小了，我们不能一起藏着。那边的小房间，你们挑选合适的先藏进去。于是我和体育生开始各自寻找藏身之地。我选择了小阁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床，可以让我休息一会。躺下后，我开始胡思乱想，那个大 boss 真是我前夫，可他为什么不会立刻来找我呢？我想着想着就困了，索性闭上了眼睛。在梦里，我好像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还能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突然，我又看到了父亲，但他的身体很冰凉，连带着我的身体也变得凉了下去。我瞬间惊醒，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铺满羊绒石大床上。我有些困惑，昨晚我不是在阁楼吗？现在怎么会在这？没等我回过神来，迷彩服女人就凑了过来。你真是命大啊，竟然能挺过来。昨晚藏哪了？体育生赶紧抢答，我躲在隔壁的柜子里，那空间够宽敞，刚好能容纳我。这时精英玩家也进入了房间，看起来很惊讶，你居然还活着，真是命硬啊。这时我才知道，我在的房间之前有玩家死掉，所以没人敢躲进来。他们在天亮到处也找不到我，却没想到我居然在这。挑战进程已过了大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失踪的探险团队。说完，他开始分析，目前只剩下2个区域尚未排查，分别是宅邸顶层和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我们昨天才找到入口，至于顶层，那是大 boss 的据点所在。我闻言心中一紧，大 boss 是不是就是父亲啊？如果他真的是，那他会对我痛下杀手吗？为了引起霸总注意，妹妹竟怒砸了他的迈巴赫。霸总不废话，直接起诉。妹妹却兴高采烈，这叫不打不相识，小说男女主都是这么认识的。而为了让妹妹免于起诉，大妈掏空积蓄帮她还上霸总修车的钱，妹妹却秉持我错我有理我是小仙女的草根女主原则，跑去找霸总理论，却被霸总直接开车撞进了医院。没想到这一撞没把她撞醒，反而让她变得更疯狂。她不顾妈妈劝阻，潜入霸总家做饭，在酒会给他下药，做尽玛丽苏女主都不会做的蠢事。霸总烦透了她，却又拿一个疯子无可奈何。后来霸总与豪门千金联姻，他挺着肚子去抢亲，搅黄了这门亲事，气疯了的霸总将他打了个半死。爸妈散尽家财，到处托关系求情，才将奄奄一息的他从魔窟中解救出来。可他却质问我们为什么阻止他和霸总修成正果，并趁我和爸妈熟睡，将我们锁在家中活活烧死。是你们毁了我的幸福，你们都该死！再睁眼就看到爸爸妈妈冲进了我的房间。太好了，嫣然，我们没死。好一会我才反应过来，爸妈，我们这是重生了。妈妈一边抹泪一边点头。确认我无事后，爸爸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咬牙切齿道：“这辈子再管那个畜生，我就不叫柳正道。”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和妹妹在同一公司实习的闺蜜萌萌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妹妹发癫一样拿板砖对霸总的迈巴赫一顿砸，萌萌惊呆了：“卧槽，你妹疯了？那可是迈巴赫！”
还没等我回复，萌萌刷刷发过来几条视频，那个几板砖下去，整个车身全部已经被砸得面目全非。但预期的霸总没有出现，而是警察过来将他强行带走，他气得直跺脚。我要见父亲，叫他来见我。警察没理会他的叫嚣，将他弄上车带走。和前世一样，妹妹被父亲起诉了，可他却丝毫不慌。从派出所回来后，满面红光的哼着歌，一点不像闯了祸的样子。刚回家，妹妹就接到通知，她被公司辞退了，她气得摔了手机。这个破班老娘还不上了，神气什么？等我当了富太太，有你们好看的。与此同时，父亲的起诉书寄到家里，随之而来的还有车辆的定损报告。妹妹几板砖下去，100万没了。他还以为父亲在和他玩欲擒故纵，于是拿着起诉书义愤填膺道：“爸妈，这件事你们不用管，我自己会处理。”爸爸当即竖起大拇指，怒赞：“不愧是我女儿，有魄力，有本事。”妹妹得意地抬了抬下巴：“那还用说？将来我当了富太太，别说100万，1000万都是小意思。哪像我姐，只会读书有什么用？以后还不是给人家打工，咱家的未来还得靠我。”而妹妹所谓的自己会处理，就是学偶像剧女主，跑去拦父亲的车，叉腰对他破口大骂：“有钱了不起啊！你有钱还让我赔什么钱？你凭什么辞退我？我都已经知道错了，你还想怎样？”而父亲压根不知道他是谁，坐在车里一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僵持10分钟后，父亲不耐烦了，撞过去。妹妹是被路人报警送到医院的。警察来了之后，他还护着父亲：“我们是有点误会，但他不是故意的，不许你们伤害他。”闻言，在场的所有人面面相觑，跟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他还沉浸在自我感动中。事后，父亲依旧没有露面，他的律师也没废话，只要妹妹愿意和解，砸车的是一笔勾销，并且医疗费他全权承担。妈妈一听喜出望外，可妹妹却怕破坏他在霸总心中是金钱如粪土的假清高人设，一口回绝，便将律师赶出了病房。我不接受他的施舍，钱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他。一听这话，爸妈扛着飞机跑到了国外旅行，生怕被他赖上。找不到爸妈，妹妹只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护。我一脸为难。如烟，姐姐最近在忙着做毕业设计和论文，实在抽不开身。电话那头传来他怒极了的咆哮声：“柳嫣然，是你妹妹重要，还是你那破学历重要？”我笑了，难道他心里没点数吗？当然是学历重要。挂完电话的几分钟后，妹妹发了条朋友圈：“终究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眼看我装作没看到，他给我发了条信息：“柳嫣然，你要是再不过来伺候我，别怪我以后不认你这个姐姐。”我又装作没看到，往后我们也没有了联系。直到他出院那天，他才发了个朋友圈：“出院了。”可是直到爸妈旅行结束，他都没有回家。后来才知道，他又跑去找父亲。这一世爸妈没有替他还那100万的修车费，他便以还钱为理由接近父亲，去给他当女佣。没成想，还真让他给混进去了。可不到1个星期，他就被赶了出来。他丝毫没有当女佣的觉悟，而是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当成女主人。起初父亲没有认出他，直到他试图爬床，被保镖直接从家里扔了出来。回来后，他一不顺心就发脾气。可这次没人再惯着他，爸妈的冷漠让他几近崩溃，他把气撒在我身上。你这个贱人，肯定是你在他们面前诋毁我，他们才这么对我。你就是嫉妒我，怕我过得比你好，不想我得到幸福。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不配当我姐。我冷笑一声，我嫉妒你什么？是你的迷之自信，还是蠢笨如驴？柳如烟相貌顶多算清秀，算不上过目不忘的大美人，可她却极度自恋，从小就沉迷于霸道总裁爱上我剧情。小时候，他喜欢在路边捡男人，第一个是流浪汉，把家偷没了；第二个是不良少年，欲对他霸王硬上弓。后来养成熄火了，他领了一个3岁小正太回家，差点被当成人贩子抓起来。再后来，人人都说霸总只爱傻白甜，越傻越颠，霸总越爱，于是他这才成了一名颠婆。这话显然戳到了他的痛处，把他气得面容狰狞。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后悔，让你哭着求我。我敷衍的点了点头。上云南整点蘑菇吃，确实能做出这样的梦。就他那个猪脑，很快就能把自己作死。这不，刚被父亲赶出来，他又上赶着往上凑。这天，我和学姐一起去市区某酒会当服务生，碰巧父亲也在这吃饭。忽然，余光瞥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是柳如烟。她可真是不死心。我忙着给宾客送酒，没时间理她。只一会功夫，她和父亲都不见了。半个小时后，我躲进休息室，将嗡嗡作响的手机接了起来。姐，你给我送套衣服到8楼厕所。我愣了一下，为什么？他声音着急。你别问了，我刚才看到你了，我知道你在这。你不说清楚的话，我是不会去的。哪知他的回答让我久久没能回过神来。我没想到他居然胆子那么大，他竟然给父亲下药了。父亲他什么人？什么样的肮脏手段没见过？用完之后，父亲便将不着片缕的他从房间扔了出去。我在8楼卫生间找到了他，只见他躲在隔间里，我便将自己的便服给了他，他却直接拉开门，将整个身子暴露在我视线下，满脸的无所谓。收起你那同情的眼神，你应该替我高兴，很快我就能成为富太太了。